一位中共海军前中校揭露，北京城已经被军队包围，习近平即使插上翅膀也难以逃脱。更令人啧舌的是，他还提到军方2号人物张又侠早已留有后手，各省的军队将领，也就是所谓的军头，纷纷准备趁势自立为王。与此同时，英国预言家帕克的惊世预言似乎正一步步在现实中上演。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似稳若磐石的习近平政权，为何会传出这种宛如宫廷政变和军阀割据的传闻？今天就让我们把零碎的信息串联起来，深入探讨这场可能改变中国未来的大戏。首先，我们从这次传闻的源头说起。爆料的人身份非同寻常，他是中共海军的一位前中校军官，名叫姚成。他在海外披露，最近在中国境内多个地区观察到了不同寻常的军事动向，从河南到山东、安徽等省，各地都有成建制的解放军部队人员与军车离开驻地，进行所谓演训。乍一听是正常的军事演习，但姚成强调，这些演训并非普通操练，而是带有明确假想敌和目标的实战演练。他判断，参与者正是各大集团军的作战旅级单位，在自己的驻扎地开展有针对性的实时演习。如此大规模、跨区域的同步军事动作极不寻常，表明解放军内部确实出现了异动。各路军方势力似乎在做出一些姿态，可是他们的假想敌是谁？演习针对的目标又会是哪里？种种迹象让人不禁联想到一个可能性，他们的目光难道正对准北京？试想此刻的北京城表面或许风平浪静，长安街上车流不息，紫禁城脚下游人如织，市民们依然忙碌于平凡的生活，一切看似如常，没有人察觉异样。但在北京近郊的一些军营里，却弥漫着紧张的空气。夜色中，坦克的引擎在低沉轰鸣，迷彩装甲车停满了隐蔽的林间空地，士兵们荷枪实弹，枕戈待旦，只等那决定命运的一声号令。京畿大地表面的平静与暗中涌动的杀机形成了强烈对比，这正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吗？如果真是如此，那风暴一旦降临，将惊醒整个中国。事实上，自2026年1月下旬开始，北京的政治空气就变得格外紧张。导火索是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被视为军中举足轻重的实权派将领张又侠，据传在一次突袭行动中被习近平下令拘押调查。紧随其后，与张又侠关系密切的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主任刘振立上将也遭到抓捕调查。要知道，这两人一向是习近平倚重的军界重臣，张又侠被拿下的消息传出后，无异于在解放军高层投下一颗震撼弹。要知道，习近平在军中站稳脚跟，很大程度上仰赖像张又侠这样的老将扶持。两人同属红色将门之后，习近平之父习仲勋与张又侠之父开国上将张宗逊私交甚笃。张又侠可说是看着习近平长大的长辈。习近平2012年执掌大权后，为整顿积弊丛生的军队，他大力提拔对自己忠诚的军方将领，当时已有上将军衔的张又侠便是其中的台柱之一。回想他执政初期震慑军中的反腐风暴，两名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相继被拿下，习近平正是倚重张又侠这样的少壮派老将，清除军中奸佞，重塑对军队的绝对控制。2015年军改，张又侠出任陆军司令员。2017年，他更进一步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成为习近平麾下的头号军中重臣。然而这对看似牢不可破的君臣搭档，最终还是暗生嫌隙。随着习近平将个人权力推向极致，他与张又侠的政治理念和利益平衡开始出现分歧。尤其是2018年，习近平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张又侠等不少党政军元老据传心生忧虑，但迫于习的强势，未敢公然异议。尽管张又侠表面上对习唯命是从，内心却对习一些激进的政策路线存有保留。终于在近年，习张之间发生了正面冲突。有消息称，在张又侠被捕前，习近平和他至少2次当面翻脸。第一次是在某次中央军委高层会议上，习近平大动肝火，暗示军中有人泄露核机密给美国。
矛头直指张幼霞派系。张幼霞拍案抗议，强硬否认并与习顶撞，弄得不欢而散。第二次冲突发生在讨论对台军事行动时，习近平要求加快武力收复台湾的准备进程，张幼霞则明言目前开战条件尚不成熟，当场顶住压力劝谏。习近平对他的拦路大为恼火，但张幼霞身为沙场老将，又是红二代元勋，并未对习的强硬主张盲从退让。经此两役之后，习近平对张幼霞彻底失去了信任，反而开始视他为潜在威胁。习近平显然不愿见到军中出现一个能与自己分庭抗礼的势力中心，于是下定决心伺机拔掉这颗眼中钉。可以说，张幼霞此次被擒，既是习近平在军中清洗一己权斗的高潮，也是两人积怨多年的一个了结。需要指出的是，张幼霞本身是极少数拥有实战经验的现役上将之一。年轻时他曾参与1979年对越作战，在真枪真炮中历练过胆识，而习近平从未有军旅经历，更无战场洗礼。在军队中，不少老兵对张幼霞这样的战功将领心存敬服，同时对书生统帅出身的习近平未免有所轻视。这层军中文化的差异也可能是习张嫌隙的一个深层因素。按照以往经验，当这种级别的将领出事，官方媒体会迅速跟进表态，高调宣传习近平整肃军队的英明正义，军队内部也会齐声效忠。然而这次情况却有些蹊跷，在张幼霞被拿下的消息传开后的黄金72小时内，整个军方高层出奇的沉默，没有看到将军们痛批张幼霞的公开声明，也没有听到解放军上下表态坚决拥护习主席决策的声音，仿佛一切都静止了一般。这种静默很可能不是无话可说，而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与对峙。军中传统有句话，沉默是金，沉默是态度。此刻的沉默，难道正代表许多将领对习近平处置张幼霞心存不满，甚至选择消极抵抗？试想，如果连军队都对最高领袖的决定保持沉默，那习近平和他新提拔的亲信中办主任蔡奇夜晚枕头会安稳吗？或许此时的习近平正经历着他掌权以来最难熬的几个长夜。他往常习惯了稳坐钓鱼台，等待部下山呼万岁般的效忠报告，然而现在手机在枕边静默无声，每一通打出的电话那头也只是模棱两可的应答，甚至忙音。据传，张幼霞被抓后的头3天，习近平焦躁地询问各大军区情况，却得不到预期的响亮表态。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感或许正包围着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最高领袖。中南海的深夜里，红墙之内的灯光可能彻夜未熄，那是习近平夙夜难寐、苦思对策的写照。而红墙之外，北京城的街道一片寂静，只有冷风穿过空荡的天安门广场。这一刻，习近平会不会感到一丝不祥的预感？仿佛从历史的缝隙中传来帝王末路的回声。更值得玩味的是，中共喉舌媒体对张幼霞事件的反应也透出异样信号。事发不久，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了几篇措辞激烈的评论文章，表面上是要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纵深推进正风反腐，其中提到了清除张幼霞、刘振立等军中腐败分子的必要。然而细读之下会发现，文章虽有批章字句，但措辞火药味一篇比一篇减弱，不仅没有对张幼霞口诛笔伐、痛打落水狗，甚至对习近平本人的颂扬也明显降调。例如文中仅零星提及一次习主席的名字，再没有常见的那些谄媚标语，如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等。更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一篇文章居然引述了前国家主席胡锦涛10年前提出的4大考验、4种危险等政治语录。胡锦涛这套说辞原本是在2011年党庆90周年讲话中提醒全党的，强调的正是执政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及精神懈怠、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等等。如今军报不提习近平的强军思想，反而旧调重弹胡锦涛当年的话，这是在批判张幼霞，还是在借古讽今、拐弯抹角地影射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呢？毕竟胡锦涛当年强调防范的种种危机，如今在习近平治下几乎一一变成现实。他非法谋求终身制，
党内大搞清洗整肃，经济上打压民企，导致40年改革成果耗尽，外资逃离，国际上奉行战狼外交，核武威胁导致四面树敌，搞得民不聊生，官不聊生，军心涣散。军报这番引经据典，明着批张幼霞，暗地里何尝不是在敲打习近平？堂堂解放军报都如此，话中有话。可见围绕张幼霞事件，中共高层内部的震荡与权力博弈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军报话音刚落，各种传闻已在民间四起。从1月下旬开始，中国互联网上时不时冒出一些短暂流传的视频和帖子，说是全国多地出现大批军车上路、坦克、装甲车调动的画面。一些敏锐网友指出，这些车辆出没的位置和方向很耐人寻味。有人称在通往北京的高速路上看到军用车队连夜行进，还有传言指临近北京的河北张家口一带有部队加强戒备等等。虽然这些帖文视频很快就被网管删除封锁，但欲盖弥彰之下，北京出大事了的疑问更加挥之不去。其实早在2022年9月就曾出现过一次震撼舆论的北京政变谣言，当时网上也盛传军车进京，习近平被软禁，但事后证明只是虚惊一场。而当时传闻中被指挥军队进京的北部战区司令李乔明上将，在那次事件后不久即悄然退役离职。这一动向更加深了外界对中共高层内部潜流的联想。如今风声再起，而且佐证细节更多、更逼真，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这回真的是狼来了吗？让我们回到那位前中校姚成的分析，他认为各集团军此刻同步展开带有假想敌的演习，绝非巧合。一般而言，这种大规模调动需要上级统一部署。然而，如果此次动员并非来自北京中枢的命令，那就很可能是各战区和集团军主动而为，在自选假想敌的背景下磨合部队。那谁会是他们假想中的敌人呢？由于北京当局正在清洗张幼霞派系，那么这些长期受张幼霞节制的部队会否已将北京当局视为对手？姚成直言，解放军内确实可能存在一种兵变的酝酿，各地部队暂时按兵不动，但已经以演习为名摆出姿态，要让习近平感受到压力，表明军队不是任人宰割的棋子。这种情况下，北京城陷入某种程度的军事包围也就不奇怪了。试想，如果中央军委一时间无法调动外围部队进京增援，而京畿附近的精锐野战军又对首都形成合围之势，习近平即便身处中南海最高指挥中心，恐怕也会有四面楚歌之感吧。更何况有消息指，作为中央战区主力的第82集团军3个旅已经在北京周边重要位置部署完毕，这不正是对北京实行军事包围的具体体现吗？谈到第82集团军，就不得不提一个名字，刘源。刘源是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曾任总后勤部政委，也是一位上将。虽已退休，但在军中和红二代圈子里仍有很强影响力。据传，胡锦涛等中共元老在此次事变中并未袖手旁观，他们秘密授意刘源出山，协助中央战区副司令员韩延胜一同接管局势，重点就是要掌控北京周边最精锐的第82集团军，防止习近平向外调兵或者仓皇出逃。换言之，在张幼霞突然被擒之后，反对习近平的党内元老和军方力量迅速启动了他们的 B 计划，由德高望重的红二代将领刘源临危受命，统筹张幼霞阵营余部的抗衡行动。据透露，目前军方高层已通过技术手段知道张幼霞被秘密关押在何处，但令人玩味的是，张幼霞本人却并不希望部下立刻武力营救他，宁可暂时按兵不动，以保全实力。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张幼霞早已料到自己会有此一劫，提前部署好了后手，打算将计就计，以退为进？这背后隐藏的计谋令人不寒而栗。让我们试着解析张幼霞可能的心思。作为沙场老将，张幼霞深谙兵法，他或许明白，当前局势下如果贸然起事，未必胜算在握。习近平虽然失道寡助，但手中仍握有中央警卫和战略导弹等王牌力量。不过，中央警卫局特勤毕竟人数有限，真要面对各路野战军，也难以独撑大局。至于战略导弹等大杀器，更是对外用于核威慑的武器，
难道习近平会疯狂到对国内部队下令发射导弹吗？那将是玉石俱焚的末日选择。如果军中反习派此时与习近平锄奸派短兵相接，极可能陷入两败俱伤的内战，那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张幼霞选择忍辱负重，不让人营救自己，就是不想把事态立即推向撕破脸的血战。相反地，他决定静观其变，把困局留给习近平，自己去进退维谷。张幼霞的算盘或许是习近平抢先动手抓了自己，表面看占了上风，但其实等于一脚踩进泥潭。接下来习要么大开杀戒，把军中与自己离心者一网打尽，要么就骑虎难下，被迫妥协收场。两条路无论哪条，对习而言都是凶险万分。要是他真的疯狂大清洗，不但可能逼反更多将领，甚至可能引爆军阀混战，国家陷入内战。可如果他选择收手让步，那意味着对张幼霞出手是昏招一记，习本人的权威形象瞬间崩塌。如此进退失据的难题，正是张幼霞留给习近平的后手。无论如何，现在主动权似乎已不在习手里，而道习势力则可乘势而起，后发制人。难怪有人形容习近平现在恐怕肠子都悔青了，他大概没料到自己以为稳操胜券的一招先发制人，竟让自己陷入这般进退两难的陷阱。随着局势发展，各省军头准备自立为王，这句话也就不难理解了。如果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继续削弱，中央权威土崩瓦解，那中国很可能重演历史上军阀割据的戏码。要知道，解放军原本就是各大军区、各集团军坐镇一方的架构，只因党中心的绝对领导才保持统一。一旦党中心权威动摇，手握重兵的将领们未必愿意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岌岌可危的最高领导。试想，在华北掌控精兵的中央战区若不再听命北京，完全可以自行其事；在南方，实力强大的南部战区坐拥海陆空火箭军，也能固守一方。西部边疆的将军们可能打着维稳旗号拒绝中央调遣，形成实质上的独立王国。届时，各省各战区军头拥兵自重，各霸一方的局面将出现上世纪北洋军阀混战的旧景。会否在21世纪的中国重演？这并非危言耸听。其实连中共党内都有人忧心，经过习近平这几年对军队高层的大清洗，解放军已陷入领导层真空。自20大以来，不到1年多就有18名现役上将被查处，还有20多名军方高官神秘失踪或离奇死亡。再往前算，近3年内落马或失联的将军多达38人，军中人人自危，组织混乱。在没有张幼霞这样的元老坐镇后，军心更是涣散。这种情况下，地方部队只会更加各自为政，自保为上。毕竟当政权中枢自身难保时，天下有变，各自为王，乃是历史反复上演的戏码。从晚清袁世凯之后的军阀割据，到苏联解体前各加盟共和国各立山头，无不如此。如今的中共若走到这一步，也绝非什么奇迹之外。有人形容中共统治的崩溃将会呈现冰川式瓦解，就像一座巨大的冰川出现裂缝后，不会瞬间整体坍塌，而是逐步崩解成一块块浮冰，各自漂流。中国大陆广袤的土地上，或许将浮现出数个彼此割裂又各自为政的权力板块，那会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呢？也许南方沿海地区的省份会首先宣布自主驻守那里的部队，公开表示只听命于地方临时政权，不再服从北京指令。西南和西北的边疆地区，军区司令们可能高举维稳旗帜，各自为政，与中央断绝联系。东北的将领也许会暗中寻求与邻国的默契，以换取边境安宁。至于华中、华东的附属省份，或许会由当地高官和军头共同组成新的权力委员会，架空原有的中央政府。北京则可能沦为孤悬北方的一个政权，虽然仍打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招牌，却失去了对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有效控制。这样的情景听起来令人不寒而栗，但对中国百姓而言，也未尝不是新生的契机。历史经验表明，统一的集权崩溃后，各地反而可能迎来相对宽松和多元的治理。100年前的北洋军阀割据时代，虽然战乱频仍，
但一些地区在军阀统治下反而出现了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如山西阎锡山治下的模范省，云南在蔡锷之后的几年等。因此，中共垮台、天下分治的局面未必意味着纯粹的黑暗动荡，它或许是中国社会探寻新秩序的必经阶段。当然，事态也可能出现另一种走向。如果党内反对派和军中主流将领在洗倒台后能够及时形成统一战线，推举出新的权威领导集体，比如让一位资深且相对温和的政治人物出面担任过渡领袖，那么中国或许能避免陷入全面的四分五裂和军阀混战。在这种剧本下，军队有望在新领导下维持基本的统一指挥，各地政府也可在中央新政权号召下维持秩序，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和社会稳定工作。据传，中共党内已有一股后习时代的温和势力在暗中酝酿，他们计划一旦习出局，立即着手成立临时执政委员会，对内停止极左路线并推出经济救局措施，对外则放缓战狼姿态，以换取国际社会的喘息机会，从而实现一种平稳转型。这样的发展，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要比突然爆发内战或国家解体更加可控。但这股力量能否如愿掌控局面，亦或会被更复杂的乱局所吞没，一切仍有待时间的检验。中国未来将走向团结转型，还是破碎动乱，很快就会见分晓。说到这里，不妨再将视野放宽一些，我们会发现中共政权正处于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节点。经济上，增长动能衰竭，金融风险累积，房地产和地方债务泡沫岌岌可危。社会上，青年大规模失业，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加剧，社会保障压力沉重，民众对未来的信心大幅流失。政治上，习近平个人独裁引发党内普遍不满，官僚体系阳奉阴违，离心离德，权力内斗日趋公开化。外交上，中共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跌至谷底，美国联合盟友对中共的高科技和军事扩张进行全面围堵。中国周边的地缘紧张局势，包括台海与南海问题一触即发。在这四条危机线同时拉紧的状况下，中共政权就如同坐在火山口，任何一根引线被点燃，都可能引爆全局性的震荡。再把目光拉回预言层面，英国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是一位因命中多项重大事件预测而知名的预言家，因此他也被一些媒体称为当代诺查丹马斯，认为他的预测不容小觑。他曾准确预言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成功脱欧等看似不可能的结果。2024年底，他对外发布了关于2025年和2026年的一系列预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对中共政权命运的预见。帕克表示，2025年中国将因经济崩溃而引发社会动荡，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他甚至指出，会有一种类似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中国涌现，民众将以和平方式抵制政府暴政，不再配合中共的统治。更惊人的是，帕克预言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在这场动荡中下台，而中国随后将分裂成几个更小、更民主的地区。当时很多人听到这个预言都难以置信，习近平看起来牢牢掌权，怎么可能突然下台？中国幅员辽阔，中央集权数十年，怎会说分裂就分裂？然而，帕克强调，2025年只是一个开始，一切变化会渐进发生，不会一蹴而就。换言之，中共的解体很可能是渐进的冰川式崩溃，而非苏联那样一夜瓦解。帕克还透露过一个耐人寻味的临时片段，他仿佛看见未来的某个时刻，一群中国人围成圆圈，手挽手欢快地跳舞，他们身后是一面巨大的红旗在慢慢倒下。帕克将此解读为中国人民终将庆祝中共政权的垮台，迎来自由的新生。这段超现实的预示画面给他的预言增添了几分戏剧性的色彩。现在回头审视帕克的预言，再对比眼下中国发生的事，不得不让人背脊发凉。帕克提到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正在现实中逐步应验。例如，川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寄出了高达 145% 的惩罚性关税，美中经济正在快速脱钩，中国的出口产业受到巨大打击。
沿海港口一度几乎见不到开往美国的货船，这与帕克的预言如出一辙。2022年底的白纸运动抗议浪潮已经显露出中国民众对集权管控的强烈不满。事实上，这场遍及全国的和平抗议最终迫使当局在短短几日内宣布解除执行了3年的严苛清零风控政策，印证了非暴力抵抗亦能撼动强权。之后经济每况愈下，青年失业率飙升，地方债务频频暴雷，房地产市场崩盘等一连串问题都在动摇着中共政权的稳定基石。帕克所说的强烈的抵抗力量正在形成，其实已经出现端倪。许多中国老百姓在经历过疫情和经济困难后，心中对当局的怨气与日俱增。随着高压统治略有松动，这股蓄积的民间能量未来可能会瞬间喷发。更绝妙的是，帕克预言习近平会下台，中国将出现多个区域分治的新局面，这恰与我们前面分析的各省军头自立为王、冰川式瓦解不谋而合。尽管帕克或许无从知晓中南海和解放军内部秘辛，但他描绘的图景竟与当下的传闻高度契合。北京政权内外交困，习近平很可能被逼下台，随后中国权力版图裂解，分成几块各自探索更民主的道路。当然，所谓更民主未必一蹴而就，但至少中央高压统治一旦松懈，各地人民争取自治与自由的空间将大大增加。帕克似乎在暗示，中国的转机将从乱局中诞生，就像凤凰涅槃虚经过烈火考验一样，巨变之后或许孕育着新生。然而，预言终究只是预言，现实的发展仍充满变数。习近平会束手就范，自愿退出历史舞台吗？还是会负隅顽抗，做困兽之斗，试图翻盘？我们不能低估他的反扑能力。就在传出张幼霞被抓的同时，也有消息称，另一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突然病逝，究竟真是正常病亡，还是卷入了这场权斗清洗？外界众说纷纭。如果习近平选择杀鸡儆猴，以雷霆手段清除异己，那军方反西势力是否还能按兵不动？尤其如果他狗急跳墙，动用火箭军等重器对内高压，事情就可能急转直下，演变为对内流血、镇压与军队内战双重灾难。所幸目前看来，各方都还在克制，尚未撕破最后底线。多数分析认为，习近平此刻虽然强作镇定，但也不敢轻易对那些拥兵自重的将领痛下杀手，因为一旦引爆内战，他苦心经营的红色帝国就真有可能瞬间灰飞烟灭。而对反西阵营来说，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迫使习近平自行下台，当然是最理想选择。毕竟没有人愿意国家陷入长期内乱，所以当前军中传出的情报多半显示出一种静默对峙，外围兵力集结施压，北京城风声鹤唳，但双方都暂时保持克制，仿佛在等待对方露出破绽。这场博弈更像是一盘斗智斗力的棋局，而非你死我活的拳击赛。历史的车轮往往在瞬间转折，20大之前，习近平可能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有如此一天。彼时他意气风发，大权独揽，将前任胡锦涛当众驾离主席台，宣告新时代的来临。然而短短几年不到，西时代却仿佛走到了强弩之末。当前国际上对中共的围堵逐渐紧缩，国内经济民生更是一团乱麻，党内忠臣良将凋零离散，取而代之的是一批靠吹拍上位的庸碌之辈。张幼霞事件不过揭开了高层裂痕的冰山一角。如果说帕克的预言为我们描绘了中共末路的蓝图，那么眼下的巨变迹象正是这幅蓝图开始成真的写照。我们或许正在见证中共红色帝国走向终局的开端。从宏观角度看，当前的中共政权正处于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节点。经济上，增长动能衰竭，金融风险累积，房地产和地方债务泡沫岌岌可危；社会上，青年大规模失业，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加剧，社会保障压力沉重，民众对未来信心流失。政治上，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引发党内普遍不满，官僚体系阳奉阴违，离心离德，权力内斗显化。外交上，中共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跌至谷底，美国联合盟友对中共高科技与军事扩张进行全面围堵，中国周边地缘紧张，包括台海、南海局势
一触即发。在这4条危机线同时拉紧的状况下，中共政权就像坐在火山口，任何一个引线被点燃，都可能引爆全局性的震荡。回想1989年的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在民众抗议和军队倒戈下迅速垮台。1991年末，曾不可一世的苏联在内部分崩离析中解体为15个共和国。可见，再强大的集权也有轰然倒下的一天。如果这真是中共走向终局的开端，那就意味着自1949年建政以来70余年的集权统治行将落幕。对中国而言，这将是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拥有14亿人口、掌握核武库，且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的国家，可能将在内部力量的撕扯下改写未来走向。前路虽充满不确定性，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旧秩序的瓦解往往孕育着新秩序的萌芽。乱世之中，既充满危机，也隐藏着重生的希望。对无数中国人来说，这场巨变带来的短暂阵痛，也许正是通往自由与繁荣的新生门票。风暴即将来临，我们正站在历史转折的门槛上。究竟是帝国末日的哀歌，还是民族复兴的序曲，很快就会见分晓。让我们拭目以待，历史即将揭晓答案。今天我们来聊聊2026年东亚可能出现的大震荡。为什么许多人都说台湾将成为全球焦点？这源自近期甚嚣尘上的一些预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预言家帕克的说法很明确，他直指台海在2026年前后会出现重大军事冲突。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也强调台湾最终会是安全的。2026年最新的预言讯息已经曝光，内容可谓震撼人心。难道真的如预言所言，中共政权将迎来终局？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预言与现实迹象，看看2026年的东亚究竟会发生什么大事。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台海局势为何会成为预言焦点。过去几年，台海紧张情势不断升温，各种军事动作此起彼伏。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森早在2021年就警告，中共可能在2027年前具备犯台能力，而2025年更被不少军事专家点名为风险高点。有人担心中共可能会在那一年伺机动武。然而，真正让台湾成为全球焦点的是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变。俄乌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台海。一旦台海有事，不仅决定两岸命运，更将深刻影响21世纪的国际秩序。正因此，各种预测和传言都围绕着未来几年台海是否爆发战端。而帕克的预言正是众多声音中分外引人瞩目的一个。帕克何许人也？他是一位英国的知名通灵预言家，据称过去曾精准预测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等事件，因此被一些媒体称为心神鬼先知。当然，预言这种事情从来都饱受争议，但帕克的言论仍然吸引了许多人注意，尤其当他谈到东亚和中国时，他的描述细致而惊人。在帕克看来，2026年将是极其关键且充满灾难性的一年，许多重大事件会在这一年集中爆发。我们先从台海军事冲突的预言开始说起。帕克早在2024年初的一次直播中就透露，他看见台湾周边的某个外围岛屿上会出现刀光剑影。他当时形容，就像有人宣布我们夺取了你的一座岛屿那样的场景。这暗示着什么？很可能是中共对台湾控制的外岛发起了某种袭击或登陆行动。台湾有一些外围岛屿，比如位于南海的东沙群岛，或是靠近中国大陆沿岸的金门、马祖等离岛，一直被视为可能的冲突热点。帕克的预感让人联想到，中共也许会冒险夺取其中一个岛屿，以测试台湾和国际社会的反应。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帕克提到了引发冲突的可能导火索。他说他感觉到可能会有一次意外碰撞事件，一开始或许是飞机在空中相撞，或者潜艇在海中碰撞，甚至两者都有。这种说法并非凭空乱想，因为近年来台海周边已经发生多起惊险的擦枪走火边缘事件。例如，中共军机多次危险贴近美军侦察机或台湾军机，有时仅几公尺之差擦身而过。中共军舰也曾在公海上对美军舰做出高速逼近，
逼迫改道的动作。每一次惊险画面曝光，都让人捏一把冷汗。一旦任何一方计算错误发生擦撞坠毁，后果难以想象。帕克正是担心，终有一次这种近距离测试会出意外。试想，如果某架战机在台湾周边领空被撞下来，或者某艘潜艇在台海擦撞沉没，相关各方会不会误判为攻击行为？届时怒火上冲之下，冲突就可能一触即发。帕克甚至将这种场景类比为第3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有媒体标题将他的警告形容为台湾将爆发恐怖空难，成为3战导火线。虽然这表述耸人听闻，但仔细想想也非毫无根据。一场偶发事故如果发生在敏感的台海前线，完全可能点燃大国间的战火。然而，在描述这可怕的冲突景象时，帕克也同时给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台湾将安然无恙，最终是安全的。也就是说，即便台海发生军事冲突，最终局势的走向对台湾有利，台湾并不会被中共征服。帕克为什么这么认为？他进一步解释了他所看见的画面。当新的台湾领导人面对挑衅时，他将立场坚定，极为强硬，绝不退让。我们知道，2024年台湾举行总统大选，现任副总统赖清德胜出，将于2024年5月就任总统。赖清德在中共眼中被贴上台独工作者的标签，因此北京当局对他尤其敌视。如果他上任后，中共果真在外岛挑衅，赖清德预料会采取强硬态度，不会因威胁而改变捍卫主权的立场。帕克的预言还提及了国际反应，这点同样耐人寻味。他表示，台湾在危机时将获得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合作与支持。注意，他用的是合作与支持，而非明确说出军事同盟。这似乎暗示着，即便没有正式的共同防御条约，在重大冲突发生时，日本和澳洲也会以各种方式介入，站在台湾一边。帕克形容，他看到台湾最终拥有非常先进的空防技术，且这些技术来自与日本的共享合作。这可能意味着日本向台湾提供尖端的防空雷达、飞弹拦截系统等军事技术，但形式上可能不是直接军援，而是以技术交流合作的名义。不仅如此，他还提到其他国家也会卷入，特别是澳大利亚。他看到澳洲在该地区派遣了军舰，这一幕让人仿佛置身未来的战场。美日澳等印太盟友组成防线，共同阻止中共武力改变现状。帕克甚至对时间节点也做出推测，他觉得这种局面可能会在2024年前后开始发生。当然，2024年已经过去，台海虽然风高浪急，但尚未爆发战事。如果往后推算，2025年、2026年依然是危机潜伏的高峰期。事实上，美军将领和智库也多次推演过相似情境。例如，有说法认为2025年中共可能突袭东沙岛，或者2026年在台海挑起有限冲突，以测试美国的决心。这和帕克的预言不谋而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帕克对国际领导力的看法。他直言，当前自由民主世界缺乏强有力的领袖，他几乎数不出几个能让人真正信任，并有勇气带领世界走出困境或与强硬对手谈判斡旋的西方领导人。这番话或许是在影射当时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现任领导者。在帕克看来，美国现任政府对中共威胁的认识不够深，或者假装看不见。相较之下，日本和澳洲反而有更强的警觉心。美国长期奉行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态度有时摇摆不定，但是日本却清楚地认知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澳洲也明白，第一岛链一旦失守，自身难保，所以帕克才会预见日本和澳洲将更加积极地参与防卫台湾。这番分析其实和现实趋势颇为契合。日本近年大幅增加国防预算，部署长程飞弹，防卫离岛，调整安保政策，为台海紧急事态做准备。澳大利亚则与美英组成 AUKUS 联盟，要取得核动力潜艇技术，并计划增购美国高超音速武器，显示出防范中共扩张的决心。澳洲战略界有人警告，战争可能在3年内到来，将当初官方预估的10年内无战事大幅提前。原因很简单，澳洲人切身感受过中共的经济胁迫与渗透，早已心生警惕。他们担心美国未必可靠，
所以必须和志同道合的亚洲伙伴加强合作。帕克预言中，日本和澳洲一道出手保卫台湾的场景，正是这种国际现实心态的反应。如果台海本来只是两岸冲突，一旦演变成多国介入，那确实会上升为亚太乃至全球焦点。试想一下，若日本提供技术，美国提供武器与情报，澳洲派出舰艇，甚至印度等国也施以援手，那么中共将面临一个庞大的国际联盟防线。这样的军事冲突不仅决定台湾存亡，也决定整个东亚力量格局的未来走向，难怪被形容为影响全球秩序的试金石。谈完军事方面，我们再看看帕克对中国内部局势的惊人预言，这部分才真正让台湾乃至全世界投以震惊的目光。帕克明确指出，他认为2026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终结之时，换句话说，他看到中共政权在那一年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倒台。这可是一个石破天惊的预言。要知道，中共执政70余年，其统治看似稳固，尽管近年经历经济下行、防疫风波等挑战，但任何预测中共垮台的说法依然显得大胆。然而帕克言之凿凿，并给出了他看见的多重迹象，描绘了中共可能走向末日的剧本。首先是经济问题，帕克表示，中国经济的隐患正在迅速累积，2026年恐怕会成为这些问题全面爆发、引爆危机的一年。他提到了几项关键症状，包括工人被拖欠工资，制造业和地方财政陷入困境，债券违约频传，资金冻结现象蔓延，整个金融系统开始出现裂缝，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恶化，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楼市泡沫终于破裂。这些听上去几乎像经济灾难片的情节，然而我们回顾现实，会发现帕克所言非虚。202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明显，青年失业率攀升到前所未见的高位，官方甚至停止发布相关数据，以免引发恐慌。多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相继暴雷，恒大地产、碧桂园等巨头债务违约，烂尾楼问题导致许多买房者断供抗议，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甚至传出部分地区公务员减薪、教师讨薪的消息，还有理财产品暴雷、银行挤兑等金融风险苗头，让金融系统开始出现裂痕。帕克提到的每一项经济乱象其实都已在酝酿，只是尚未全面爆开。在他的预言中，2026年前后，这一连串经济脓疮将被揭开，中国多年累积的结构性债务和泡沫被迫曝光。当经济陷入乱局，失业潮来袭，金融风暴迸发，帕克强调，一旦中共失去对经济的掌控力，其执政合法性将动摇。这其实很好理解，中共长期以经济增长作为合法性基础，向人民宣称只有我们能带来繁荣。如果经济崩盘，老百姓饭碗不保，对执政者的不满就会直线上升。在中国那种体制下，经济不稳很容易迅速转变为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帕克紧接着预见，中共的政治环境也会在2026年发生巨变，他甚至用了翻天覆地一词，暗示变化之大超乎想象。他明确表示自己认为2026年就是中共终结之时。他具体提到了几个让人瞠目的细节。首先，中共常年在全球布局的影响力网络会在这一年陆续被曝光。帕克举例说，可能指的是英国方面近期揭露出多起中共渗透政界的丑闻，未来我们将看到更多跨国丑闻被揭露，涉及中共以金钱收买政治人物、渗透西方大学体系等等。他甚至提到西方社会中流行的某些觉醒运动，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议程，背后可能夹杂着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资金在推波助澜，目的在于削弱西方社会的凝聚力。这些指控听起来像惊悚小说，但事实上西方情报和媒体近年也揭露了许多中共对外渗透的细节，包括金钱游说、文化统战、情报收集等等。帕克认为2026年前后可能会出现一次大规模的资料外泄或系统性揭露事件，公诸于世，中共输出影响力的证据。当这些黑幕被撕开后，国际上对中共的态度将更趋强硬，中共多年苦心经营的全球关系网将四面漏风。而在中国国内，帕克预见的画面更是戏剧性。他说，习近平的健康和政治权威都将在2026年明显衰退，
到了2027年可能已经下台，这几乎在预告习时代的终结。帕克甚至描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细节，习近平将经历一次大型且备受争议的器官移植手术，他推测可能是肾脏移植，并暗示器官来源可能涉及死刑犯，从而引发巨大的舆论震荡。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发生，其冲击可想而知。一方面，最高领导人重病需要换肾本，就足以引发权力真空的恐慌；另一方面，非法器官来源的丑闻将成为政治核弹，彻底击毁中共自诩的伪光正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坊间确实长期有习近平健康不佳的传闻，有时他露面走路姿势异样，或久未公开现身，都引发外界猜测。如果帕克所言成真，那意味着习近平可能已无法稳坐权力宝座。更惊险的还在后头，帕克预言，同一时期，中国将有一名军方或安全系统的高层人物突然失踪，随后被宣布在诡异情况下死亡。外界将普遍猜测这是一次未遂政变的结果，也就是说，那名高官可能企图发动政变但失败，被清除。这个情节可谓高潮迭起，仿佛政坛惊悚片。然而在对照现实，我们发现中共高层内斗的迹象早已存在。2023年就发生过几桩离奇的人事事件，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外交部长秦刚先后失踪，最终被免职。期间官方没有公开交代原因，引发无数阴谋论。虽然事后当局声称涉及腐败或作风问题，但很多分析认为背后牵扯习近平整肃异己、党内权斗，因此未来1-2年会不会有更大的风波？帕克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在他看见的画面里，党内派系撕裂，权力斗争在2026年将加剧到极致，甚至引发一场足以动摇政权的大震荡。尤其围绕习近平的病情和接班问题，党内会进行大规模的信息封锁和政治掩饰，各派暗中角力，你死我活。或许有人会铤而走险，试图抢班夺权。就在权斗暗流涌动之时，帕克还预言2026年前后，中国会发生一场带有天命崩裂意味的重大灾难。他举例说，可能是铁路与轨道交通系统发生严重坍塌事故，也可能与三峡大坝工程的结构风险有关。总之，将造成大量伤亡，被视为中国工程体系和政权执行能力的象征性转折点。这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难道会有高铁出轨坠桥、大桥断裂，或甚至震慑天下的三峡大坝溃决？我们无从确知。但三峡工程这几个字无疑刺痛许多人的神经。三峡大坝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工程，也是中共的形象工程。然而自建成以来，有关其安全隐患的讨论不绝于耳，尤其近年极端天气频发，长江流域洪水接连而至，三峡每逢汛期都面临蓄水与泄洪的两难。如果帕克暗示的灾难真与三峡有关，那将是对中共统治合法性的毁灭性打击。毕竟中国传统观念里，朝代末年常有天灾映衬政权失德，所谓天怒人怨，天命不在。所以2026年若发生严重工程灾难，势必被解读为天意，昭示中共气数将尽。让我们回头看看今年年底发生的一件真事，它似乎验证了帕克部分预言。2025年11月底，香港竟然发生了震惊世人的超级大火灾。香港大埔区一个大型住宅屋苑鸿福苑在进行外墙维修时起火，熊熊烈焰迅速沿着棚架蔓延，烧遍7栋大楼的外墙。这场火灾延烧近2天，造成超过120人罹难，数百人伤亡失踪，是香港近代史上死伤最惨重的事故之一。一时间，香港社会哀痛与震惊交加。而令人寒毛直竖的是，就在火灾发生前不久，帕克才在节目中预言，香港将在年底有大事发生。如今回头看，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正是他的预言之应验。帕克在最新的预言中指出，他感觉香港大火背后并不只是意外事故，而是带着强烈政治意味的事件，会在香港社会掀起新一轮的指责与对峙。事实也许正如他所说，火灾发生后，香港舆论开始追究种种管理疏失和黑幕问题。有人质疑维修工程为何使用不阻燃的竹棚和尼龙网，是否有建筑商为了节省成本偷工减料，甚至有人直指香港官场存在官商勾结，制度失火，才酿成这场人祸。
这些对政府的愤怒指责，显示香港市民心中积压的不满仍然强烈，并未因高压管制而泯灭。帕克进一步暗示，香港未来将难以平静，可能再次成为风暴的中心。他甚至说，高楼大火可能只是新一轮动荡的导火索，其背后隐藏着与台湾局势、区域政治联动的更大风暴。试想一下这样的场景：2026年前后，香港民众因事故真相问题与政府持续对峙，大陆内部经济困顿，官民矛盾激化，台海这边中共对外挑衅却碰得头破血流，反而激起国际反击，整个东亚局势宛如火药桶周围窜起多道火苗，彼此遥相呼应。帕克还提到一个关键角色，就是印度。他感受到中俄关系在暗中出现了微妙的扭曲，而印度将成为其中博弈的关键角色。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帕克看见俄罗斯境内有一座大型军工厂遭到重创，这不仅仅是油田被袭击导致油价上涨的问题，而是一场更为隐秘、更具战略意味的破坏行为。他说他看到俄罗斯的军工厂正在俄境内被攻击和毁灭。帕克强调，他并不认为中国会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因此那些出现中文标识的武器残骸背后必定有隐情。例如，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早就在囤积中国制武器？因为这次暴露，帕克感觉到中俄关系中存在一种微妙诡异的张力。表面上两国并非公开冲突，但私底下围绕武器市场甚至地缘影响力展开了深层博弈。他看到中俄之间的关系线条正在轻微扭曲，而印度将在这场博弈中扮演要角。帕克暗示，这种裂痕目前还不会导致中俄公开决裂，但在2026年前后可能逐渐浮出水面，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一个隐秘信号。可以想见，如果俄罗斯因战事不利开始对中国有所猜忌，而中国对援助俄罗斯又态度犹疑，那么原本稳固的中俄联盟就可能出现嫌隙。再加上印度崛起后在国际舞台上地位提升，整个大三角关系都在变化，这对东亚局势而言无疑又增添了一层复杂性。说到这里，我们看到帕克描绘的2026年图景是何等惊心动魄。台海有惊险一战，但台湾挺住了。中共内外交困，经济崩盘，政权内斗，政变四起，领导人重病垂危，甚至需要换肾，社会动荡，灾难频仍。香港和国际接连出现针对中共的不利事件，全球力量对比因此改写。难怪帕克用极具灾难性的一年来形容2026年。如果他的预言成真，那对中共而言将是末日狂潮，对东亚而言将是一场地动山摇的大震荡。然而，这一切真的会发生吗？还是说只是巧合与巧妙的推演？在怀疑之前，我们或许该注意到，除了帕克，许多古今中外的预言和迹象也在指向这个年份，仿佛冥冥之中有某种安排。其实早在社群媒体上就流传着奇人王恩庆的传说。这位中国大陆的命理奇人据称曾被京城权贵奉为国师级的人物。他生前对中共的未来做出过一个惊人预言，声称中共红潮的气数只有5位最高领导人，将亡于一个丙火年。怎么解释呢？他指中共国旗上的5颗星星代表了中共5代党魁，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没有第6颗星，因为第5代党魁就是掘墓人。习近平作为第5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将亲手把共产党送进坟墓。而下一个丙火年正是2026年，2026年是丙午年，5行属火，5为马，所以也称为赤马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个说法和帕克的预言时间不谋而合。2026年，中共建政77年，自1949年建政起算刚到终点。习近平此时满73岁，虚岁74岁。所谓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中国民间一直有这种说法，觉得人到了73或84岁是个生死关口。虽说这只是迷信巧合，但正如俗语所说，人算不如天算。更有趣的是，还有不少流传在民间的隐晦预言同样指向2026年前后，好似众星拱月般交汇于此。一部在民间秘传的奇书《铁板图》，最后一幅画面就耐人寻味。
山谷间有4只黑鸟飞过去了，唯独第5只白色羽毛的鸟半途撞山而亡，鲜血淋漓。旁边还写着一行小字：白羽毛鸟儿撞死在山这边。许多人根据这句话解读，白羽毛的鸟指的就是繁体字习，因为习字上半部像羽毛，暗示习近平最终会折翼半山，飞不过彼岸。民间还有一句玄妙的老话：画江湖，实难逃。据说画指华国锋，因为华语画同音，江指江泽民，胡指胡锦涛，实在某些方言里读作西。实难逃就是说到了习近平这里，中共政权很难逃脱完结的命运。还曾流传过一个离奇的临终遗言故事，有位60多岁的老人，其母亲在文革前去世前经常在家念叨一些奇怪的话：猪死了要刮毛，刮了毛滑溜溜的；炖肉要加水，水开了要沸，最后要熄火。随着年龄增长，他陆续明白了这些话的意思。猪指朱德之死，刮毛指毛泽东去世，滑溜溜指华国锋下台，炖肉要加水里的炖字的读音接近邓小平的邓，水象征江泽民，沸的发音复近似胡锦涛的胡，最后熄火则暗指习近平。整串隐喻把中共历任领导依次点到，结局便是熄火，熄的时代大火也熄灭，中共终结。另外2002年在中国贵州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一块震撼世界的藏字石，那是一块天然断裂的巨石，剖面上赫然刻着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据中共官方调查，这些字都是天然形成，没有任何人工雕刻的痕迹。经专家鉴定，这块藏字石距今已有约2亿7千万年历史，上天似乎早已对中共的命运下了判词，中国共产党在劫难逃。有高人从天象角度解析，认为中共的国运应该是77年，到2026年结束，前后误差不超过1年，也就是说，中共有可能在2025或2026年灭亡。当然，预言终究是预言，未到尘埃落定之时，谁也无法笃定结果。或许帕克的某些细节会有偏差，毕竟未来瞬息万变，而且中共政权看似庞大强势，怎可能说垮就垮？这也是许多理性人士质疑之处。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大帝国的崩溃往往就在顷刻之间。苏联解体前夕，又有几人能料到红色巨人会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而现在，中共正面临类似的内外交困，经济荣景不再，社会矛盾暗伏，高层斗争加剧，国际围堵渐强。如果再遇上战事失利或天灾降临，集权体制内部一旦失控，崩盘速度可能远超想象。一位预言家提供的是他灵视中的图景，也许夹杂主观解读，但却给我们换了一种思考现实的角度。还有一个来自灵性领域的预言值得一提，在帕克之外，另一位名叫布兰登的预言师也谈到了中国的未来。他在节目中提到，似乎看到中国将经历一场大规模的精神复兴，宗教信仰和精神力量会从长期的压制中慢慢苏醒，由弱转强。那种罩在人们心头，不让大家有信仰，也不让大家看清真相的铁幕将被打破，人们将开始苏醒。换更直白的说法，他指的很可能是中国长期的无神论框架将被松动甚至瓦解，人心上的枷锁会被彻底解除。一对照其实不难发现，两位预言家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印证，大震荡之年也可能就是大复兴之年。想象一下那样的图景，2026年东亚风云突变，中共统治崩解，在短暂的混乱过后，中国社会挣脱思想枷锁，人们重新寻找信仰和价值观，长久被压抑的良知与传统回归人心，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开始萌芽。对世界而言，这将是一场巨大的巨变。一个10几亿人口的大国改朝换代，影响之深远，可比肩1991年苏联解体，甚至有过之。届时东亚的政治版图将被重绘，国际格局也将进入新的篇章。而台湾作为这场历史巨浪中的关键一环，将何去何从？从所有预言迹象来看，台湾反而可能在大震荡中稳如磐石，甚至成为带领华人世界走向新纪元的灯塔。台湾多年来坚持民主与自由，经受住了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的考验。
如果中共倒台，那些压在台湾头上的战争阴云将瞬间消散，台湾不再需要天天提心吊胆防备飞弹与军舰的威胁，而台湾作为成功的民主范本，或许会在中国巨变后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想见，国际社会将更加重视台湾的战略价值，因为台湾的存在证明了华人社会完全可以在民主制度下繁荣稳定。一旦中国政权更替，台湾可能成为协助大陆重建秩序、提供经验的榜样和桥梁。当然，短期内难免有难民潮、安全外溢等挑战，但长远看，那将是两岸关系和平新生的契机。总而言之，2026年在各种预言中被赋予了浓重的一笔。东亚大震荡，台湾成全球焦点，似乎命中注定要在那一年上演。帕克的预言将信将疑，但他所描绘的脉络，其实我们已隐约看见开端。经济泡沫幻灭的征兆，政治压力锅的喷发，军事对峙的白热化，都在一步步逼近临界点。或许最终的剧情不会与预言者描述的每一细节都吻合，但如果我们静心观察时局，就能发现历史的巨轮确实在向着某个转折点滚动。当那一刻来临时，恐怕世人无不将目光投向台湾海峡，投向北京，投向整个东亚。那将是见证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瞬间。希望届时我们都能平安度过乱局，迎接一个更和平、更自由的新时代。正如古人所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或许2026年的惊涛骇浪之后，东亚会迎来转机，迎来令人欣慰的春天。到底预言是否灵验，最终还是要由历史给出答案。而身为这个时代的亲历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持清醒，审慎以对，既不盲信危言，也不掉以轻心。当风暴真的来临时，唯有坚守普世价值和人性良知，才能让我们在巨变中立于不败之地。让我们拭目以待，迎接2026年可能到来的巨大考验与契机。就在不久前，被誉为新诺查丹马斯的英国灵媒帕克预告了2026年将有巨大的巨变。日本上空可能出现巨型毒气云，美中俄之间爆发一场间接战争，甚至国际领导人将面临致命危机。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描述竟然和古老的印度纳迪叶预言不谋而合，同时还有其他预言体系指向相同的时间点和地区。三重预言的惊人重合，到底是巧合还是命运的警讯？今天我们就一起深入这条时间轴，看看帕克是如何描绘即将到来的巨变，以及这些预言之间又如何互相印证。首先，我们从帕克的背景开始说起。帕克是英国知名的预言家与灵媒，因多次成功预测世界事件而闻名，被许多人称为当代的诺查丹马斯。他早在2015年出版的《来自宇宙的讯息》一书中，就曾写下过一段惊人的预测：未来某一天将出现一团巨大的有毒气体云，威胁到整个国家，并引发全球性的惊恐。当时这话听起来匪夷所思，什么毒气云竟能覆盖一国，引发全球恐慌？会不会只是比喻某种经济风暴或瘟疫？时间过去将近10年，没有人把这预言当真。然而在最近，帕克再次提到这个毒气云，而且说它极可能在2026年成为现实谱，而且地点就锁定在日本。帕克的最新灵视显示，日本周边海域恐将发生剧烈的海底火山喷发，从海底释放出巨量的有毒气体，形成一团足以覆盖广袤区域的致命毒气云。想象一下，火山不仅喷出岩浆与火山灰，还有无色无味却能夺走生命的有毒气体，如同幽灵一般在海面上扩散。这团毒云将随风飘向东北方向，飘过日本上空，甚至可能波及更远的地方。帕克特别警告，这团毒气云不只威胁日本本土，连俄罗斯、远东甚至阿拉斯加等周边地区都可能受到影响。一国之地笼罩在毒雾之下，人民无法呼吸，交通瘫痪，国际求援讯号四起。稀奇，这画面仿佛末日电影情节。但帕克煞有介事地提出了时间和原因。我们不禁要问，日本真的会面临这样的灾难吗？亦或这只是耸人听闻的灵异幻想？让我们更深入这个预言的细节。帕克并不是随口乱说，他的依据之一
来自神秘的印度纳迪叶古老预言。纳迪叶是印度古文明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预言手稿，相传由先贤透过灵性洞察刻写在棕榈叶上，详载后世的重要事件。帕克透露，他翻阅了数百年历史的纳迪叶叶片时，竟发现上面记载着一个令他毛骨悚然的词汇——亚玛，音译亚玛。在古老的预言中，亚玛是一处将来灾厄发生的地名。这是什么地方呢？纳迪叶的预言手稿年代久远，当时没有现代国家的名称，但帕克凭借历史知识和直觉推论，认为亚玛指的正是日本古称大和亚玛透。也就是说，在印度古预言里早已隐约提到了日本将有巨大异象出现，而对照帕克自己的灵视，两者不约而同都指向日本上空出现巨大云团的场景。一个现代灵媒加上一个古文明神谕，跨越时空，异口同声地警告日本将被毒云笼罩，这难道只是巧合吗？不禁让人背脊发凉。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帕克暗示这场灾难可能不是纯天然的。他提出一个惊人的可能性，毒气云背后也许潜藏着人为引发的阴谋。怎么会有人为的制造火山喷发呢？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的桥段。然而帕克提醒，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型战争时代，大国角力不一定用传统的导弹和枪炮，也可能透过操纵自然来达成军事目的。换句话说，一场海底火山爆发，如果有人能推它一把，使其提前或更猛烈的喷发，表面上看是天灾，其实是精心策划的袭击。这就是帕克所说的间接战争的开端，以看似自然的方式对敌国造成毁灭性打击，却不留下开战的罪证。想象那画面，某个清晨，日本人惊恐地发现天空飘来一片诡异云层，没有火光，没有爆炸声，却带来致命毒气。一时间人心大乱，政府紧急疏散，经济活动停摆，全世界屏息关注，而幕后黑手则冷眼旁观这场天谴，丝毫不用负任何国际条约责任。这是一种比核弹还可怕的攻击方式。过去人们传说过气象武器、地震武器，如今帕克的预言正指向这样的阴影。战争可能已经悄悄开打，只是用了大自然当作伪装。如果这是真的，那么2026年的日本将成为一场新型战争的第一战场。可怖的不是看得见的军队，而是看不见的毒云。在这场战争里，中美俄三大强权之间不会直接宣战对轰，取而代之的将是各种暗潮汹涌的间接对抗。帕克用他的灵视和占星知识描绘出2026年国际冲突升温的时间线。在2026年3月中下旬，世界局势将面临一个危险的引爆点。他引用印度占星术的推算指出，3月25日那天，太阳与土星呈现合相。在占星学里，这意味着巨大的压力和冲突能量聚集。帕克预测，从3月15日之后开始的那几周，国际政治可能出现戏剧性的危机事件。届时，某些大帝国的领导人可能会公开威胁，甚至拘禁较小国家的领袖。局势紧张到极点，甚至传出领袖遇刺的惊人消息。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帕克提醒，我们已经隐约看到了这种苗头。例如，近年来国际上政变与暗杀的传言不绝于耳，几个大国在地缘冲突中扶植代理人，策动飓风般的政治风暴。在帕克眼中，2026年可能出现一次真刀真枪的高层斩首行动，不是全面开战，而是对个别领袖的精准打击。他甚至点出，中东某个集权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可能会在这段时间遭到秘密的清除。这个暗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伊朗。伊朗的宗教领袖与政权稳坐多年，但近年来民间反抗声浪渐起。如果外部势力伺机而动，不排除真的对伊朗领导层下手。帕克特别强调，他先前对伊朗爆发革命、委内瑞拉政局巨变的预言正在逐一应验，所以对这类事件他有十足的信心。也就是说，在明年春天，我们要留意某个政权的首脑突遭不测的新闻，这可能就是世界引战升温的信号。那么3月危机之后，世界会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吗？帕克的看法是，冲突会升级，但形式将是间接战争，也就是不宣而战，避开全面核冲突，而以局部代理人战争或隐秘袭击的方式进行。帕克指出，
其实美国、俄罗斯与中国三方的对峙早就在地平线下酝酿了。他预见中国和俄罗斯将在暗中结成更紧密的军事同盟，联手对抗美国的影响力。这并非空穴来风，现实中近年来中俄走近、联合军演、能源同盟等等迹象显而易见。而帕克预言在2026年，这种新冷战阵营会变得更加明朗，甚至正式化。美中俄之间不太可能直接宣战开打，但会透过各种代理冲突来较量，比如在第三国战场上一较高下，或是在经济、科技领域互相出招，甚至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利用天灾人祸达成战略目的。因此，我们也许不会在新闻上看到某月某日三国正式宣战的头条，但会看到此起彼伏的区域战火和离奇事故。这就是帕克描绘的间接战争图景。表面上世界各强国还维持着脆弱的和平关系，背地里早已刀光剑影，你暗算我，我反击你，只是都披着别的外衣。帕克进一步为我们标示了2026年最危险的一段时期。他提醒到，从4月中到11月中是全球动荡与天灾高发的极度危险周期。这段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世界仿佛进入多事之秋，各种动荡事件可能交织出现。我们可以推测，既然帕克说3月有政治冲突引爆点，4月至11月或许就是冲突发展和扩散的阶段。同时自然界也不安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8月12日这天，帕克点名这一天是非常凶险的出发点。为什么是8月12日？原来那天恰逢农历新月，而根据占星计算，木星、太阳和月亮将齐聚在巨蟹座，三大天体汇合在代表水与家的巨蟹座，再结合新月引动潮汐与地壳的引力效应，帕克认为这种天象可能对地球产生重大影响。他形容8月12日前后是一个必须高度警惕的时间窗，极端的自然事件可能就在那时候发生。我们不妨联想，会不会就在那个夏末时节，日本海底火山突然剧烈喷发，毒气云随风浮现，或者是哪里出现大地震、大海啸，甚至是一场新的疫情卷土重来。虽然具体细节未知，但帕克的语气让人心头一紧，仿佛2026年盛夏将上演一场天摇地动的大戏。谈到这里，我们已经看见帕克预言的两大主线，其一是政治、暗战与刺杀阴云，其二是自然灾害连环爆发。更令人不安的是，帕克在预言中暗示，这两条主线可能并非独立平行的，而是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人祸与天灾或许相互交融，让局势更加扑朔迷离。我们之前提到毒气云可能是人为引发的灾害，这正是一个例子，天灾成为了战争武器。帕克还举了一个值得深思的例子，如果中国和俄罗斯结盟对抗美国，他们未必直接与美军开战，但可以在其他战场上牵制美国。同理，他们也可能针对美国的盟友下手。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之一，如果遭遇毁灭性灾害，美国将腹背受敌，手忙脚乱。这样的间接打击战略价值极高，而成本低廉，难怪帕克会特别提醒日本的灾难可能是战争的一部分。换言之，2026年的自然巨变也许正是某场隐秘战役的兵器与硝烟。那么除了日本之外，帕克还预言了另一场重大灾难——南印度的超大海啸。他在灵视中看见，在2026年接近年底的时候，大约10月或11月，印度南部的沿海地区将遭遇一场毁灭性的海啸袭击，那将是巨大能量释放的结果，可能源自一次强震或海底板块剧烈移动。这项预警同样并非空穴来风，帕克透露，这个讯息其实是透过纳迪叶传达给他的。根据帕克的说法，印度教神奇湿婆 Shiva 在纳迪叶预言中提及了南印度的大水灾。湿婆是毁灭与重生之神，如果他透过叶片向后世示警，想必意味着一场惊天动地的灾难，同时也隐含之后重建的新生。纳迪叶的守护神与帕克的灵视再次对上号。南印度的确长久以来被认为有发生巨震海啸的风险。历史上，比如1881年马德拉斯的巨震，2004年印尼大海啸波及印度，南印沿海深知海洋无情。而帕克特别指出，年底前后印度洋将有不祥之兆，让人不得不联想到这场海啸预言。
如果真有如此超级海啸袭击南印，对整个印度次大陆乃至周边国家都将是一场人道与经济双重灾难，也许数十万计的人将流离失所。我们只能希望这预言永远别实现，但听到这样精确的警告，不由得不心生戒惧。读到这里，你或许感到压力沉重。毒气云、暗杀、战争、地震、海啸，仿佛2026年被描述成一幅末日年鉴。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帕克并没有给我们一副绝望的未来图景，反而在预言的最后给出了一丝光亮与希望。这也是帕克预言的一大特色。讲完灾难后，总会告诉人们劫难并不可怕，因为大灾之后有大生机。他相信这些灾劫其实是人类觉醒的契机。在预言中，他强调，有一种高于政治和自然的灵性能量一直在守护着我们。那些看似毁灭性的事件，其实不是为了终结世界，而是为了引发伟大的觉醒。什么意思呢？帕克解释，人类并非无能为力的受害者，每个人都拥有透过积极的意念、善行和灵性连结来改变未来的力量。如果我们能在面对灾难时保持团结、善良和正向的信念，集体的祈祷与意志可以减轻灾难的威力，甚至化解某些劫数。他甚至用了因果业力的概念，我们的正向意识可以抵消业力带来的负面效果。在帕克看来，人类本质上是光之生命，每个人在精神上都相连。当全球共同面临严峻考验时，只要我们不陷入恐惧和仇恨，而是选择灵性上的团结，那将成为改变周遭事件的最强大力量，胜过任何武器或阴谋。这番话听起来很玄，但也给绝望中的人带来一丝安慰。毕竟，预言的意义不正是未卜先知，以便让人们防范于未然吗？如果灾难注定降临，我们至少可以提前准备，心存善念，把伤害减到最低。而如果灾难是上天给人类的考卷，我们用爱与团结去作答，或许就能改写结局。帕克相信未来并非钢铁铸成，一成不变，而是可以被我们集体的自由意志所影响。换句话说，预言显现的可能性越可怕，我们越应该以积极正面的行动来对抗它。就像黑夜越深，星光才越显得耀眼。这番黑暗中的希望论调让人想到许多宗教和精神领袖传递的信息：危机即转机，破坏预示着重生。有意思的是，帕克并不是孤独地唱这出灾难与救赎的独角戏。近期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预言和占星消息，竟然罕见地一致指向2026年这个关键年份，仿佛众口一词地警告着什么。我们前面提到的印度古老纳迪叶预言算是一个。除此之外，被称为印度神童的年轻占星师阿南德，以及一位来自美国的基督徒预言者布兰登，也在不约而同地强调2026年的特殊性。如果说帕克代表的是西方灵媒传统，纳迪叶代表东方古老神谕，那么阿南德则是现代吠陀占星术，布兰登则带有基督信仰色彩，三个完全不同的预言体系，居然交织出相似的警讯，这绝对耐人寻味。先来看阿南德。阿比吉亚·阿南德是印度近年来走红的青年占星师，虽然年纪轻轻，因预言准确被称为神童，却多次预测国际大事，有惊人命中率。近期他在 YouTube 上发布了对2026年的最新预言，明确指出2026年将是全球400年一遇的重要转捩点。这可不是小事件的级别，而是几个世纪才出现一次的大变局。他特别点明了4个高风险地区：中国、日本、北韩和菲律宾。也就是说，亚洲东部是风暴眼所在。阿南德警告，2026年里的4月、7月和11月是3个需要特别警惕的关键时段，在这些月份里可能发生牵动国际局势的重大事件。他进一步解释，要留意中国西北与东北地区的动荡，这暗示新疆或东北亚局势、菲律宾的地缘安全以及朝鲜半岛可能出现的巨变。如果北韩有什么关键变化，例如政权更替或挑衅行动，那影响恐怕不只局限在朝鲜半岛，而会波及整个亚太，甚至全球安全架构。听到这里，你是否发现阿南德和帕克的预警有许多共鸣之处？帕克说中国会和俄罗斯结盟对抗美国，
阿南德也点出中国和北韩这些亚洲共产国家在关键名单里。帕克说日本有大劫难，阿南德也直指日本是高风险国。帕克提到3月下旬触发冲突，阿南德则将重点放在4月、7月、11月时间略有差异，但都认为上半年开始乱，全年都有大波折，在地点上更是惊人的重叠。东亚，尤其中国势力范围相关的地区，都被这两人高亮标注。两人方式不同，一个凌视，一个占星，却画出了相似的战力图景，令人不得不陷入沉思。难道2026年真有某种东方危机在酝酿？再看看美国的布兰登·比格斯是一名具有基督徒背景的预言家，被称为守望者。他经常发布一些来自祷告和意象的讯息。在一系列分享中，布兰登同样提到了2026年前后世界将面临的巨变。他特别谈到与中国有关的象征性意象，例如他曾提及决策之谷 Valley of Decision 这样的景象，暗喻世界正走到一个抉择点，还谈到可怕的技术正在崛起，让人联想到高科技战争或集权监控。更耐人寻味的是，他也预警过澳洲、美国等地将感受到远方风暴带来的震荡。在近期关于2026年的讨论中，布兰登直接把焦点指向中共政权的命运。他认为这个庞大体制将出现结构性的动摇甚至崩解迹象，而且布兰登的语气透露出一种宗教寓意，仿佛暗示上帝对集权暴政的清算时刻将至，中国将迎来历史性的转向。这与阿南德和帕克所提的中国动荡相呼应，只是角度一个从灵性审判出发，一个从星象风险出发，一个从地缘博弈出发，殊途同归，都把2026年描述为中共体制和整个亚洲秩序的关键年份。当三重预言出现如此罕见的重合，我们不得不细思其中蕴含的信息。三个不同文化、不同信仰背景的人，宛如盲人摸象般，从各自角度触及了同一头大象，那头潜伏在未来的危机巨兽。这是纯然的巧合，还是冥冥中有股力量在通过不同的渠道向人类敲警钟？理性或许告诉我们别太迷信，可连科学家都说，1次是偶然，2次是巧合，3次就是必然。当帕克、纳迪叶、阿南德、布兰登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2026，投向亚洲，我们真的能置若罔闻，当作笑谈吗？或许上天在不同的语言中重复着同一个讯息，只等待有缘人去倾听。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预言者并非只带来灾难的吓人预告，他们也都提到了危机中的机遇。前面说过，帕克强调大灾有大觉醒，而阿南德则补充了另一层乐观视角。他指出，2026年可能是医疗、科技、数学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年。换言之，人类在惊涛骇浪中不见得只有沉沦，还可能迎来创新的高峰。例如新疗法的发现、AI 技术的飞跃、基础科学的重大发现，都可能在那年涌现，为人类社会带来正面的改变。这听起来和帕克所说的伟大觉醒不谋而合，不管用什么词，其实都指向黑暗中的光明。布兰登作为基督徒，则相信上帝的计划自有慈悲的一面，动荡之后或许是信仰和道德重整的契机。可以看到，无论东西方的预言，最终都没有把人类推向绝境，而是给出了一条自救或被救的曙光之路。或许这正是预言存在的意义，提醒我们危机将至，但也告诉我们该如何面对，如何改变自己，去迎接新世界。说到这里，回顾我们刚刚描绘的未来图景，你是否也感受到了一种又怕又期待的矛盾心情？怕的是那些触目惊心的灾难与冲突场景，天空飘毒云，大地裂巨浪，刺客的子弹和阴谋的匕首都在暗中寒光闪闪。期待的则是人类或许能从中觉醒，科技文明再上层楼，迎来新纪元的曙光。2026年究竟是黑暗深渊还是黎明前夜，这可能取决于我们如何书写自己的集体命运。帕克等人的预言就像提前送到我们面前的一份考题，答案并非铁板钉钉，我们完全可以把预言当作警示，从现在起就加强国际合作，监控火山地质活动，预备防灾计划，甚至推动大国对话，避免冲突升级。同时，每个人也能努力提升自我的心智与灵性，
用冷静理性对抗恐惧谣言，用善良团结对抗仇恨分裂。或许很多人不相信预言，他们会说，预言这种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的确，历史上预言误判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们不应该盲从迷信。然而，也有一些预言准确的令人头皮发麻，让人怀疑世间是否真有第六感或超自然信息场。帕克过去的成绩单上就有几笔漂亮的记录，他成功预见英国脱欧、公众人物离世、美国动乱等事件，他预告伊朗民众的反抗终将爆发，如今也逐步成真。因此，当他郑重其事地宣称2026有如此多劫难时，我们不能不将信将疑地提高警觉。当然，预言从来不是让人陷入宿命论的工具，恰恰相反，它应该激发我们的能动性。如果真的害怕预言成真，那就从现在开始做些什么来改变它，不是吗？正如帕克所说，人类并非任灾难宰割的羔羊，而是拥有自由意志的光之生命。我们完全可以选择相信更美好的未来，然后付诸行动去创造它。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当下，现在离2026年关键时刻不到1年时间，日本富士山脚下依旧风光明媚，东京街头人来人往，人们或许还没听说过什么毒气云的可怕预言。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中东的局势仍在动荡，某些领袖正高坐宝座发号施令，全然不知自己名字是否已被命运写在了暗杀名单上。在华盛顿，在莫斯科，在北京，政客们继续着权力的博弈游戏，表面波澜不惊，暗地机关算尽，而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正和平地度过每一天。有人期待着明年的计划和梦想，有人忙碌于眼前的柴米油盐。如果不是预言家的提醒，谁会料到云端上、星辰间似乎正酝酿着一场全球性的风暴？也许大多数人依然会选择将这些预言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一笑置之。但也许在笑过之后，我们心里会多留个念想，未来1年要不要多长个心眼儿，关注一下火山活动和极端天气预警？要不要留意国际新闻里那些不寻常的蛛丝马迹？万一真的发生什么大事，至少我们不会太惊慌失措。预言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此，它让我们对未知的未来产生想象，既有恐惧也有希望。帕克的惊悚预言，辅以纳迪叶和其他先知们的印证，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的2026年图景。我们无从确知这图景是否会成为现实，但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谨慎与勇气。谨慎让我们提前防备可能的风险，勇气让我们即便身处风暴，也坚信人类的智慧与善念足以渡过难关。当巨型毒气云如果真地遮天蔽日时，我们要相信总有人会站出来寻找解毒的办法。当间接战争的黑手乱舞时，我们也要相信人类终究向往和平，不会让世界毁于一旦。让我们带着清醒而积极的态度走向2026年。毕竟，正如帕克所言，大灾难并非世界末日，而是新希望的开始。也许经过烈火淬炼，人类社会将蜕变出新的形态。我们期待着灾难预言最终被化解，人们在惊险中觉悟，在乱局中找到新秩序。当未来成为现在，我们回头再看这些预言时，希望能够欣慰地说，幸好我们努力了，改变了，而那些最可怕的场景没有发生。倘若如此，那将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奇迹。而如果不幸有部分预言真的发生，我们也已经提前做好了心理与行动上的准备，用爱和勇气去迎接挑战。无论如何，2026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一场可能改写历史的剧码就要开场了。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场剧的参与者与编剧。现在就让我们怀抱希望，又不失警觉地走进未来，用行动去书写属于我们的结局。人类的故事将如何发展，信不信由你，时间终将给出答案。2026这一年被不少预言家称为人类文明的转折年。中共政权的天命将告断裂，掌权逾10年的习近平可能在2027年从舞台上消失，象征中国力量的三峡大坝出现不祥的坍塌征兆。南方大省广东或许率先跳脱中央束缚，踏出区域自治的脚步。同一时间，在国际舞台上，伊朗酝酿着革命风暴，欧洲面临撕裂危机，全球性的水资源枯竭更可能引爆战争。
而与此同时，人类科技或迎来重大突破，为我们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些听来仿佛灾难片剧情的预测，究竟有无根据？今天，我们就从历史与现实出发，深入探讨这一连串可能改变世界的大事件。我们先把目光投向中国。中国历代王朝更迭都有一个说法，叫做天命。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上天的授意。但当这个朝代的德行不足，民心丧尽时，上天就会以种种灾异示警，预告王朝气数将尽。民间俗话称天垂异象，国将兴衰，说的就是这种观念。比如史书记载，朝代末年往往灾祸频仍，例如大旱、洪水、瘟疫、蝗灾接踵而至，被视为老天对暴政的谴责。回顾近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令人不禁联想到这套传统理论。就拿2020年至2023年间来看，中国接连遭遇疫情肆虐、大范围洪灾与旱灾并存、经济下行压力剧增等挑战。长江在夏季干涸见底，荆楚大地爆发特大洪水，北方多省遭遇罕见沙尘与冰雹。不少网友戏称，这几年简直是十灾八难涌向中国。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天空中也出现了古人眼中改朝换代的异象。例如2022年底，北京和东北等地多次出现换日现象，天空中悬着3个太阳。根据唐代星象家李淳风在《以四战》中的古训提到，众日并见，天下裂分，意思是如果天空同时出现多个太阳，预示天下将要分裂，战乱四起。传说中的征兆竟在现代真实上演，难怪一些迷信的百姓开始嘀咕，莫非中共的天命真的要到头了？除了天灾异象之外，民心的变化也是天命是否犹存的重要标志。2022年底，中国多地爆发了所谓白纸运动的抗议浪潮，年轻一代走上街头，高举白纸抗议严苛的风控和言论管制，甚至有人公开喊出反对领袖的口号。这在高压统治下的中国极为罕见，仿佛让人看到了民心中的一丝裂痕。尽管当局迅速平息了风波，但那一幕透露出的民意汹涌，令外界意识到中共统治并非牢不可破。如果将天灾与人祸交织起来考量，今日的中国和历史上朝代末期的景象颇有几分相似。对信奉天命论的人而言，这未尝不是一种警讯。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传统历法中，每逢60年循环会出现丙午年和丁未年，被古人称为红阳节。据说这2年往往伴随大乱，翻开历史可以发现一些巧合。例如上一个丙午、丁未年是1966和1967年，正值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社会动荡达到极致。再上一个丙午年是1906年，当时清朝国运衰微，各地革命风起云涌，几年后王朝就覆灭了。而更早之前的明末清初，虽然纪年不同，但17世纪60年代也经历了连年饥荒和李自成的大顺起义。改朝换代，当然这些年份的巧合或许只是巧合，但民间因此对2026丙午年和2027丁未年格外忌惮，认为红阳节可能再次应验。近年不少预言文章也将这2年描述为人类文明的大变局之时。迷信也好，巧合也罢，当灾异与动荡真的开始密集出现，人们难免会把它和老天的旨意联系起来。不少海内外的观察家开始酝酿一个大胆的推测，认为2026年前后中共政权可能会步入衰亡的命运转折点。先说中国，网络上曾热传一位奇人王恩庆的说法，据称王恩庆被某些中南海权贵奉为国师。他早年大胆预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有5颗星，分别象征5个中共领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没有第6颗，因为第5个就是掘墓人。所以他认为在习近平任内，中共的统治将告终结。如今习近平正是第5任领导人，而中共建政已经70余年，接近历史上朝代寿命的极限。如果王恩庆所言有理，那么2026到2027年这段时间，也许就是他暗示的终局时刻。事实上，民间近来盛传一则北戴河会议的风声，据说习近平可能干完这一届之后不再安排接班人。这传闻无从证实，
但与王恩庆的预言不谋而合，似乎都指向习时代将是红色政权的最后篇章。巧合的是，远在大洋彼岸的一位英国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也对2026年的中国做出了惊人预测。帕克以往因多次成功预言国际事件而小有名气，他在2023年11月发布了一系列对2026年的预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他看见中共政权将开始出现冰川式瓦解。这个生动的描述形象地描绘了一种并非瞬间崩盘，而是逐渐分崩离析的局面。简而言之，中央政权的控制力将一点点削弱，地方和社会的裂痕日渐扩大，最终整个体制如冰川融化般土崩瓦解。帕克甚至暗示习近平的个人命运也将出现重大变局。也就是说，在他的视野里，2026年或将标志着中国集权统治开始走向终结。耐人寻味的是，帕克同时预言了一系列独裁政权的倒台，包括他看见伊朗将发生革命、古巴政权出现变天等等，仿佛世界将进入一个威权政治大洗牌的阶段。东西方不同背景的预言居然在时间点和内容上高度吻合，让许多人既感震惊又期待。当然，预言终究只是预言，撇开玄学不谈，我们不妨从现实条件来分析，中共政权是否真的可能在未来数年陷入失控。首先是经济压力，中国经济今年增速放缓，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高企不下，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财政困难已经显现，有些地区甚至闹出了公务员降薪、社保研发的传闻。如果经济在2026年进一步恶化，失业人潮和债务危机交织，社会稳定将面临严峻考验。其次是政坛内部，习近平在位期间清除了众多政敌，打造了一言堂的权力状态。然而正所谓孤注难支，权力过度集中也意味着决策失误，缺乏纠偏机制。一旦哪里出现重大的治理失败，习近平本人将难辞其咎。想象一下，如果某场天灾人祸处理不当，激起全国众怒，或是某个政策导致经济雪崩，引爆全国性抗议，习会不会成为党内外众矢之的？历史上不乏此类先例。再加上习近平本人生理年龄渐长，外界时有他健康不佳的小道消息。一位高龄且高度集权的领袖，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其统治稳定性确实令人关注。如果种种压力在2026至2027年间同时发酵，不排除中国政局出现突然巨变的可能。届时，习近平可能被迫下台，甚至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也并非完全不可想象的结局。值得一提的是，面对内忧，中共也可能铤而走险地对外挑起冲突，以民族主义凝聚人心，例如加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甚至在某个时机对台动武，借此转移国内视线。然而这种赌博式举动若遭遇失败，只会加速政权崩溃。北京当局曾将2027年定为解放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节点，有外媒解读，其中隐含着完成对台湾统一的野心。但如果内部局势在2026年前后已现乱象，习近平还能否腾出手对外冒险？或者相反，他会不会孤注一掷对台湾动手以维持权威？这些未知数都为未来增添了更多变数。谈到可能颠覆中共政权的因素，除了人事和政治，本身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工程若出现危机，往往对民心与政权信心的打击更是巨大。这其中不得不提长江上的三峡大坝。三峡大坝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工程，号称能抵御万年一遇的洪水。然而自从建成以来，它的安全性和种种负面影响就一直饱受争议。早在兴建之初，水利权威黄万里教授就曾预言三峡工程将带来12项灾难性后果。如今10数年过去，黄老预言中的前11项几乎都已应验，例如下游河岸坍塌、航运受阻、100万移民问题、泥沙淤积、水质恶化、生态失衡、地震隐患等等。一共只剩下最后一项，也就是他最不愿见到的一幕，大坝最终可能不得不被炸掉。尽管官方从未承认大坝存在生死攸关的危机，但近年来一些迹象令人不安。2020年夏季，超历史极值的长江洪水压境，三峡坝区一度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入库流量，所幸涉险过关。事后有海外卫星照片显示，
大坝疑似发生轻微变形，虽然中国专家解释那是正常弹性，但仍引发轩然大波。接着2022年又发生长江中下游罕见干旱，三峡库区水位骤降，显露出库岸滑坡的隐患。可以说，大坝正经历极端天候的反复考验。而在中国传统风水观中，三峡大坝更被一些术数家斥为斩断龙脉之举，认为此举逆天而行，终将折损国运。不管风水之说是否可信，三峡工程象征着中共治下人定胜天的骄傲。如果有一天它出现重大事故或结构性损毁，将在国内外造成极大震撼，上亿人口赖以为生的长江流域将陷入浩劫，而这样的灾难无疑会被舆论解读为天谴，把中共政权的威信彻底冲毁。难怪坊间流传着一句话：三峡若垮，中共必亡。可见三峡大坝早已超越一座水利工程的意义，而被看作中共国运的象征之一。如今各种征兆叠现，让人不寒而栗，不禁想，会不会真的有那么一天，假如北京的中央权威真的因某种巨变而示威，中国的政治版图将如何演变？有一种推想是，中国可能重回群雄割据的局面，各地区出现实质上的自治甚至独立倾向。而在这之中，广东这样的沿海发达省份被许多人点名，认为可能是率先迈向区域自治的领头羊。为何是广东？首先，广东历史上就是变革风气最先吹拂之地，晚清以来的多次革命运动，如辛亥革命、护法运动，广州都曾是策源地。民国时期，广东也一度成为军阀割据时代的半独立政权，由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经营自治。这片岭南大地民风开放，与中央朝廷的联系相对松弛。其次，广东经济实力雄厚，改革开放以来累积了巨大的物质基础和国际联系。若中央政府瘫痪，广东有能力自成一体，继续运转，反而那些财政依赖中央补贴的欠发达内地省份才更难独立支撑。再者，广东毗邻港澳，吸收了较多民主法治的观念熏陶，广东人对自由和自治的向往可能比内地其他地方更强烈。即便在严厉管控下，我们依然能从互联网舆论中窥见一丝端倪。有人半开玩笑地自称广东公投独立，虽然这类言论很快被删除，但它的出现本身耐人寻味。想象一种情境，当中央陷入瘫痪，各地军警各自为政时，珠三角地区的领导人为了维护秩序，很可能以地方自治的名义组建新权力架构，实际上脱离北京控制。这并非天方夜谭，100年前的中国军阀割据就是如此开场的。广东作为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一旦带头先走一步，其他长三角、环渤海等富庶地带也可能纷纷效仿。如此一来，一个中央集权的中国将分化为若干实际上的区域政权，各自为政。从某种角度看，这或许是集权崩解后避免全面内战的幸运剧本，各地能相对平稳地过渡到自治状态，而不是陷入无政府混乱。不过，这种局面对习近平这样强调统一的领导人而言，无疑是无法接受的最坏结局。因此，未来几年广东等地与中央的关系走向，将成为判断中共政权是否江河日下的一个风向标。如果我们真的看到地方开始公然违抗中央指令，自行其事，那就说明天命真的降临到尽头了。从以上种种迹象与推演来看，2026年前后中国内部确实存在巨变的可能性。当然，这些还只是围绕中国的剧本。此时此刻，让我们把视野放宽，看看世界其他地区正在酝酿的动荡与变局。或许巧合的是，他们与中国的巨变可能前后呼应，构成全球范围内的震荡。首先是中东的伊朗，这个拥有深厚文明底蕴的波斯国度，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实行着严苛的神权统治。然而暗流涌动，伊朗社会对现政权的不满早已积蓄多年。早在2009年，伊朗就爆发过大规模的绿色革命抗议，此后经济低迷和制裁压力下，民众示威此起彼伏。2022年，一场席卷全伊朗的抗议风暴再次爆发，其导火索是一名年轻女子玛莎·阿米尼，因佩戴头巾不当，被宗教道德警察拘捕并离奇身亡。
引发无数女性走上街头，女性摘下头巾，高喊妇女、生命、自由。数十个城市响起反对独裁、要求自由的口号。这场抗争持续数月，尽管最终因当局镇压而平息，但全球看到了伊朗人勇敢抗争的决心。许多人将它类比为伊朗版的革命前夜。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年事已高，他一旦离世或健康不支，伊朗可能面临权力真空和继承危机，届时压抑已久的反对力量或将乘势而起。展望2026到2027年间，伊朗极有可能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一旦伊斯兰共和政权被推翻，将标志着1979年以来伊朗革命的终结和新纪元的开始。这对中东地缘政治的意义非同小可。长期以来，伊朗奉行反西方、反以色列的强硬路线，支持着黎巴嫩真主党、也门青年军等地区代理人武装。如果新政权上台，伊朗与邻国乃至西方的关系都将被改写。也许我们会看到伊朗社会迎来更开放的风气，与沙乌地、阿拉伯等宿敌国冰释前嫌，甚至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当然，革命往往伴随阵痛，谁也不能保证伊朗变局一定顺利，但可以肯定的是，中东正处于重组的前夜。一方面，美国近年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阿以关系在改变。另一方面，如果伊朗这个区域大国出现革命，中东力量对比将发生剧烈震荡。难怪预言家们把伊朗革命列为2026年前后的重要事件之一。帕克的预言一提到了伊朗，他的视野中清晰浮现波斯政权更迭的景象。试想，中国政局巨变与伊朗革命若在相近时间发生，那将多么富有戏剧性！两个相距遥远的古老文明几乎同时告别，各自延续了数十年的统治秩序。历史有时就是如此，充满巧合又耐人寻味。将镜头转向西方，欧洲也正面临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分裂危机。欧洲联盟一度被视为团结与和平的象征，但如今内外交困，出现了明显的撕裂迹象。先是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让欧盟失去了一个重要成员，也撕开了欧洲一体化信念的口子。随后，欧洲本土民粹与极右势力崛起，在多国兴风作浪。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与布鲁塞尔在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问题上争执不下，甚至被认为偏离民主价值。意大利、法国等大国的选举中，以欧反移民的政党声势日渐浩大，就连稳定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极右翼政党也正走向前台。种种迹象表明，欧盟内部的共识在流失，各国各顾自身利益的倾向在上升。除了政治上的分歧，欧洲社会还潜伏着文化和宗教的裂痕，这主要体现在欧洲原住民与穆斯林移民群体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近10多年来，欧洲接纳了大量来自中东、非洲的移民和难民，他们中很多人信奉伊斯兰教。多元文化政策一开始让欧洲显得包容繁荣，但当经济压力和安全事件发生时，社会矛盾便凸显出来。巴黎、布鲁塞尔、柏林等地接连发生恐怖袭击和社区骚乱，有的是极端分子所为，有的则是移民青年对歧视和贫困的不满爆发。2023年，法国就因一起警察射杀少数族裔青少年的事件引发全国性骚乱，大批移民背景的年轻人在街头纵火砸车，让整个欧洲为之震惊。这些事件加深了部分欧洲民众对移民群体的疑惧，也助长了仇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于是，一方面穆斯林社群感到被边缘化和敌视，另一方面本地居民又觉得自身文化传统受到威胁。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双向对立可能引发更猛烈的冲突，甚至带有宗教色彩的对抗。有悲观的观察者警告，欧洲未来不排除出现新宗教战争的可能。当然，多数人认为这种说法过于夸张，但足以说明隐患之严重。经济和地缘因素也在撕扯着欧洲的团结。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大大改变了欧洲的战略环境。欧洲各国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表面团结，但随着战争持续，分歧开始浮现。东欧的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因为紧邻俄罗斯，更坚决反俄，而像德国、法国这样的西欧大国
民众对长期制裁和军援的耐心正逐渐减少。一旦战局胶着到2025、2026年仍无定论，欧盟内部可能出现两派，一派主张继续强硬到底，另一派倾向寻求妥协停战，这将成为另一道撕裂欧洲的裂缝。此外，能源危机也在考验欧洲。自俄罗斯切断对欧天然气供应后，欧盟国家在能源问题上虽制定了共同方案，但私下里各自为政的现象并不鲜见。2022年的冬天，德国等富国砸下重金抢购天然气储备，引发较贫弱国家的不满。未来若再遇能源短缺，一些国家可能不顾他国而自行其事，例如限制能源出口或囤积燃料，重演疫情初期争夺防疫物资的一幕，进一步侵蚀成员国间的互信。综上所述，欧洲昔日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团结气氛正日渐淡薄。展望未来几年，我们可能看到欧盟变得愈发松散无力，甚至不排除某些国家步英国之后尘退出联盟。欧元区和申根区也面临压力测试，如果经济再度陷入衰退，各国很可能为了自保违背共同体原则。毫不夸张地说，欧洲正站在团结还是分裂的十字路口。欧盟的解体不再是天方夜谭，而是许多欧洲人开始讨论的现实可能性。有人担心，一旦欧盟真走向分崩离析，整个欧洲大陆将陷入各行其事、缺乏协调的混乱状态，这对全球秩序也是巨大的变数。这种撕裂也许不是像2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热战，而是一种慢性瓦解，政治上各行其事，社会上离心离德，文化上分庭抗礼。它将极大削弱欧洲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也让世界局势更添不稳定因素。除了人为的政局变动，未来几年另一个可能引发全球动荡的因素，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水。随着气候变迁和人口增长，全球许多地区的淡水供应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紧张。科学数据显示，2025年前后，世界上1半以上人口将遭遇季节性或长期性的缺水困扰。水资源短缺不仅影响日常生活，更牵动粮食安全和能源生产。因此，各国之间围绕江河湖泊的争夺愈演愈烈，水战争的阴影开始浮现。非洲和中东是水资源冲突最明显的地带。举例而言，北非的尼罗河养活了埃及9000万人口，被埃及称为生命之河。但上游的伊索比亚近年修建了巨型水坝复兴大坝，打算拦蓄尼罗河水发电和灌溉。埃及担心这将严重威胁下游用水，一度扬言不惜一战也要捍卫尼罗河流量。尽管双方在国际斡旋下多次谈判，但迟迟无法达成长久协议。如果未来伊索比亚强硬推进蓄水计划，而碰巧逢上干旱年景，造成埃及水荒，埃及极端势力很可能推动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如空袭大坝等，那将是典型的为水开战。一旦这一先例出现，地区局势将极其危险。中东地区另一些河流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土耳其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建坝，引发下游叙利亚、伊拉克的不满。约旦河流域的水资源分配也是以色列、约旦、巴勒斯坦争执多年的焦点。如果气候加剧干旱，这些矛盾可能突破外交框架而演变成冲突。在亚洲、南亚和中亚也有多条河川成为潜在火药桶。印度和巴基斯坦共享着印度河水系，虽然有历史悠久的分水条约，但随着克什米尔地区局势紧张和水量减少，印巴双方屡屡相互指责对方浪费或节流。谁都知道，印巴本就是一对宿敌，如果再因水问题激化敌意，后果不堪设想。再看中国和南亚其他邻国，中国掌控着喜马拉雅山脉众多河流的上游，包括雅鲁藏布江和湄公河等。中国在西藏地区兴建水坝，也引起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戒心。尽管目前还没有酿成直接对抗，但未来水资源更紧缺时，不排除各国因争夺水源而爆发冲突。此外，气候变化导致冰川融化减缩，进一步削弱河流的稳定流量，也会让本就紧张的水分配变成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联合国曾经警告，21世纪的战争很可能将因水而起。更广泛的水危机与粮食、移民问题也在相互交织。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地区如果持续干旱，将有越来越多人无法为生，不得不背井离乡，迁往水源较充沛的地区。这种气候难民潮
有可能冲击邻近的欧洲和亚洲国家，加剧地缘压力。一些内战的爆发背后，同样有水资源因素的助推，例如达尔富尔冲突、叙利亚内战，在动荡前都经历了严重干旱和农业欠收。可见水资源短缺不仅可能引发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会成为国内动乱的导火索，进而波及区域稳定。人类如果无法妥善管理这一最基本的资源，未来的冲突图景将会更加令人担忧。读到这里，您可能不禁感到有些压抑。从中国的政权危机、地缘革命到欧洲纷扰，甚至水战阴云，未来几年仿佛充满了动荡和灾祸。然而，历史的画卷并不只有灾难和冲突的色彩，往往在最黑暗的时刻，人类文明也在孕育新的希望。我们不能忽视另一个平行发生的重要进程，那就是科技的突飞猛进，正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近年来，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突破令人目不暇给。如果这些趋势延续到2026年前后，我们可能会见证若干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发明创造，彻底改变现有社会的面貌。首先要提的就是能源技术的飞跃。2022年底，美国科学家首次在实验室实现了核融合反应的净能量输出，这意味着人造太阳的梦想离现实更近了一步。众所周知，核融合被视为解决人类终极能源需求的圣杯。这种反应以氢同位素为燃料，几乎取之不尽，反应产物是无污染的氦气。一旦核融合技术成熟应用，人类将告别对石化能源的依赖，不再受制于能源短缺和碳排放问题。许多国家正投入巨资研发，目标是在2030年前后建成可发电的聚变反应堆。如果在2026年左右，我们听到某个团队成功点火运转了一座中型核融合装置，那将是科技史上的巅峰时刻，也标志着能源革命的开端。无限且清洁的能源不仅意味着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颠覆，也将给国际政治带来深远影响，比如传统产油国的地缘地位下降，高油价引发的争端不复存在等等。除了能源，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同样值得瞩目。2023年，全球掀起了一股 AI 浪潮，大型语言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慧技术惊艳世人。虽然现有的 AI 在某些方面仍有局限，但进步速度极快。有专家推测，在未来几年内， AI 有望通过图灵测试达到接近人类的智能水平。假如到了2027年前后，人类真的打造出一个通用人工智慧系统，它将彻底改变游戏规则。届时，医学研究可以借助 AI 更快找到癌症、艾滋病等绝症的治疗方案。复杂的气候模型或许能精确预测灾害，防范极端天气。经济和城市管理可以依赖 AI 优化资源分配，消除浪费。教育亦能因材施教，大幅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当然， AI 的发展也伴随风险，但如果善加引导，人机协作将开创一个生产力极大提高的时代。想象一下，未来的工厂里，枯燥危险的工作由机器人完成，人类可以专注于创意和设计。医院中， AI 助手帮助医生分析海量病例，提出最佳治疗方案，患者的存活率因此大大提升。这些都不是幻想，而是正在研发的原型。科技界普遍认为，2020年代中后期，我们将迎来人工智慧应用的大爆发，其带来的效率提升堪比当年的工业革命。这无疑也是新世界的重要特征之一。说到计算领域，我们还不得不提量子科技的新前景。2020年代初，科研人员已经研制出拥有数十个量子比特的试验性量子计算机，能在某些特定问题上远胜传统超级计算机。随着量子纠缠控制和纠错技术的进步，量子计算有望在未来几年取得量子霸权，解决传统算法无法应对的复杂难题，例如高难度的新材料模拟、密码破解、优化调度等，都将因量子计算的强大算力而取得突破。谁掌握了实用化的量子计算，谁就可能在下一代科技竞赛中夺得先机。通信技术方面，第6代移动通信技术，也就是 6G， 正紧锣密鼓的研发中。6G 网络预计将比 5G 快数十倍，实现真正的万物互联和毫秒延迟。这将带来虚拟与现实深度融合的全新体验，例如超高清全息通话、
沉浸式元宇宙应用、无处不在的自动驾驶协同，都有赖于 6G 的高速率和低延迟。一旦 6G 在2020年代末开始部署，整个社会的连接形态将再度跃升一个档次，人们的工作、娱乐和社交模式都会被重塑。在生物医学领域，基因工程和再生医学的进展同样振奋人心。自从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基因编辑工具 CRISPR 问世以来，我们正逐步解开生命的密码。科学家已经能够修改致病基因，研发个性化的基因疗法。一些曾经无解的遗传病，如血友病、肌萎缩症等，如今透过基因编辑技术找到了治愈希望。再生医学方面，利用干细胞培育器官组织的技术日渐成熟，用人造器官来替换病变组织不再只是科幻桥段。这意味着人类寿命有望进一步延长，生命质量大大提高。试想，癌症不再是不治之症，老年痴呆可以被预防甚至逆转，那将是多么不同的社会。许多老龄化国家的困境将迎刃而解，人们在更长的寿命中依然保持健康活力。当然，新技术带来伦理挑战，但整体而言，生命科学的突破将让我们对生命的定义产生前所未有的理解，进而改变社会结构。再把眼光投向遥远的天空，2020年代也是人类重返太空的时代。美国的阿提米斯计划已经在2025年前后尝试将太空人送回月球。这次的目标不仅是插旗留影，而是建立月面长期基地。火星探测方面，多国正在为载人登火星做技术准备。如果一切顺利，2030年代初，我们就有望见证人类踏上火星的壮举。虽然载人火星之旅未必正好发生在2026年，但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无疑是太空事业重要的蓄势期。商业航天的快速发展让载人太空旅行不再是超级大国的专利，私人公司已多次将乘客送入近地轨道并安全返回。随着太空技术成本降低，我们可以期待更频繁的太空任务。这意味着人类的活动范围首次真正迈出地球，进入新世界的另一重意义外太空。长远来看，太空资源的开发将为人类文明带来新的增长空间，例如开采小行星上的稀有金属，或在月球上开发大量的氦三燃料等等。虽然这些愿景尚需时日，但现在正是一切的起点。由此可见，2026年前后的几年，可能一方面是动荡不安、战云密布的关键时刻，另一方面又是希望萌芽、突破涌现的创新时代。我们仿佛处在一个旧世界与新世界的交界处，前方的走向未定，既充满危机，也蕴藏转机。这不禁让人想到历史上的某些关键年代，例如20世纪40年代，世界经历战火洗礼，却也催生了联合国体系和战后新的国际秩序。再比如18世纪末，封建王朝在革命风暴中倒塌，随之而来的是民族国家和民主思想的崛起。历史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我们面临的中共政权挑战、全球权力转移和科技革命浪潮交织在一起，很可能孕育出新一轮世界格局的重塑。那么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不确定的未来？或许最好的态度就是保持警醒，但不失希望。一方面要看到问题的严峻性，毕竟任何一个环节的失控都可能给无数生命带来苦难。国际社会需要比以往更紧密的合作来度过这场风暴。另一方面，也要相信人类的智慧和韧性。每当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人类往往能激发出改变自身命运的创造力与勇气。也许正是在种种危机的倒逼下，我们将加速采取行动，无论是缓和冲突还是发展新技术，去化解那些威胁文明的难题。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头列举的那些惊人预测。中共2026天命断裂也好，习近平2027消失也罢，这些未来场景最终是否会成真，现在下定论还为时尚早。同样，三峡大坝会不会出现异变？广东是否真的带头自治？伊朗的革命之火何时真正点燃？欧洲会否彻底决裂？这一连串问号只能交给时间解答。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剧烈变动的前夜，种种征兆都在昭示着旧有的稳定格局正在松动，一个充满未知的新时代渐行渐近。或许若干年后回首，我们会发现2026年前后真的是历史课本上的分水岭，
人类由此踏上一条全新的道路，希望那将是一条浴火重生之路，而非万劫不复之路。历史的大戏已然开幕，让我们拭目以待，见证这段不平凡的时代篇章。来自截然不同文化背景的3个预言体系，竟然不约而同地将未来的焦点锁定在中国，而且瞄准的都是2026年这个特殊年份。印度的吠陀占星师、美国的基督徒先知以及英国的灵媒预言家，他们分别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星象推演、意象启示和通灵预知，却都指出中国将在2026年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变。这真的是纯属巧合吗？还是说世界的结构正酝酿某种深层次的转向，以至于连毫无关联的预言者都嗅到了同样的风暴？让我们深入挖掘这3大预言体系的内容，看看2026年的中国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玄机。首先要说明的是，2026年在许多预言中被视为结构性转折的一年，换言之，它并非寻常流年，而像是一座桥梁，承上启下地衔接2个时代。在印度神童阿南德的眼中，2026年就是这样一个改变大局的关键年份。他指出，根据吠陀占星的长期行星周期计算，人类社会正进入一个数世纪难遇的转换期，而2026年正是转折点。在这一年里，人类可能经历系统性的大破大立，旧的秩序土崩瓦解，新的创新和重建随之而来。这种破坏重生的周期过去也曾发生过，例如2020年前后，全球的巨变就被他视为此长周期的开端，如今延续到2026，会迎来结果逐渐明朗化的一幕。阿南德强调，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的末日预言，而是希望大家提高警觉，提早准备，因为巨变之中同样孕育着突破与机遇。阿南德 Abhiga Anand 是谁呢？熟悉预言圈的人对他绝不陌生。这位印度年轻的吠陀占星师被称为印度神童，早在10几岁时就以精准预测疫情走势等事件而声名大噪。他擅长运用古老的吠陀占星学来解析全球运势。在他发表的2026年预测中，他语气冷静却信息量惊人。2026年将是一个罕见的结构性转折年份，世界格局会出现肉眼可见的巨变。其中一项引人注目的提示是中国西北部存在一个重新被触发的重大地缘政治风险。也就是说，阿南德从星象中看到，中国西北部那块在过去一段时间相对沉寂的区域将再度陷入动荡与不安。为什么偏偏是中国西北？要知道，西北部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别具意义的方向，那里包括新疆以及与中亚、南亚接壤的广袤边境地带。近年来，这一地区表面上相对平静，但历史上却潜藏着许多未了的因果，民族与宗教的张力，边境纠纷的余波，以及大国角力的投影。阿南德的占星分析暗示，这片沉睡的火山可能在2026年被某种力量重新引爆。他用吠陀占星的术语说，这是沉睡的业力再度浮现，伴随着土星与拉胡北焦点的紧张组合，预示着突发性的动荡事件可能出现，而非长期战乱。这类型的星象往往代表内部压力点被触发，不对称冲突浮现，或者某种意识形态引发的震荡。换成通俗的语言，就是中国西北可能发生出人意料的事件，时间虽不会太长，但冲击足以震动天下。我们不妨大胆猜测一下，这重大风险会是什么？是否可能是新疆地区潜伏已久的紧张局势突然爆发，例如内部出现骚乱或恐怖袭击，再度成为全球焦点？还是说中国在西北边境与邻国，比如印度或中亚国家之间的旧有冲突被重新激化？想想看，就在几年前，中印两国曾在喜马拉雅山脉西段爆发激烈的边境对峙，虽然双方很快降温，但那条边界至今暗流涌动。2026年会不会又出现类似的场景？也可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例如新疆天山一带的大地震带来地缘政治后果。吠陀占星学强调的是整体格局与因果循环，不一定细指事件形式，但方位和时机都在那里。西北中国2026，当这些线索叠合起来时，
不免让人联想到中国的民族问题、边陲挑战与一带一路战略节点。阿南德给出的只是一个坐标与一个时间窗口，但已足够引人深思。中国这头沉睡的西北猛兽，是否将在转折之年被某种力量唤醒？阿南德之外，美国的布兰登则提供了截然不同风格的预言图景。如果说阿南德是透过行星轨迹洞察人间业力，那布兰登·比格斯 Brandon Biggs 则是透过宗教意象和梦启示在传达信息。布兰登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所谓的守望者。他曾因准确预言美国前总统川普遭遇刺杀未遂而声名大噪，令许多人对他的意象刮目相看。如今站在2025年末至2026年初的门槛上，布兰登反复强调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在最近的讲道节目中，他语气凝重地形容即将到来的事件，严重程度可比珍珠港事件，甚至犹如电影《红色黎明》里描绘的亡国危机。听到这样的比喻，难免让人心头一颤。红色黎明讲的是某种共产势力入侵美国，国内年轻人奋起抵抗的故事。布兰登提到这部电影，显然是将未来的危机比作特洛伊木马式的内部颠覆。美国可能不会被外敌正面击败，但内部的渗透已如慢性毒药般深入骨髓，一旦时机成熟，便会突然发作。听起来，布兰登是在警告美国面临一场来自内部的灾难。然而，这背后的黑手是谁？从上下文来看，他暗指的正是一股共产集权势力的幽灵。他在灵里看见大量人员早已潜伏在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只等命令一下就会同时行动。他甚至具体描述了意象中涉及的地点：繁华的夏威夷檀香山商业街，人潮如织的佛州奥兰多迪士尼乐园，都出现在他的画面中。那些象征欢乐与安全感的场所，反而成为阴谋者理想的目标，因为人们在这些地方最容易放松警惕。他警示说，渗透者可能伪造身份混入安保、清洁等内部岗位，以平民之姿待命。真正可怕的是，人们往往被固有印象蒙蔽，认为威胁只会来自明显的敌对者，却不知道最危险的敌人恰恰可能穿着你习以为常的外衣。如果仅仅是美国的内部危机，似乎离中国不相干。然而，布兰登的意向绝不止于此。在他看来，这场潜伏的阴谋其实与中国共产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提到红色黎明描绘的是共产势力侵袭美国，何尝不是在暗示这背后站着的红色幽灵？而接下来，他更是直言算总账与审判的时刻临近。他说他听见灵界传来大量对话，感受到一种大清算将至的氛围。他描述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一些长期玩火自焚的人会在公开场合突然倒下，无论是在街头、会议场合还是镜头前，都可能有人猝然倒地，命丧当场。这让人联想到什么？是不是预示那些作恶多端的权贵或高官会遭遇天谴般的下场？他的措辞仿佛在暗指，中共体制内那些累积恶行者将在2026年迎来报应时刻。布兰登强调，这些突发事件发生的会非常突然、非常快，让人措手不及。而他也提醒观众，不要用刻板印象去判断危机的形势，意思是，真正的危机来临时，可能不像传统战争那样明显，它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剧本。例如，一夜之间新闻传出某位平日高高在上的人物暴毙，或某地出现离奇的事件连锁，这些都可能是那场大审判的一部分。除了美国内部，布兰登的视野也扩及国际。他在意象中甚至看见某些国家与这股邪恶势力有所合作，点名提到了法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说他看到这些国家的政府在配合放宽边境和移民通道，仿佛在为渗透行动大开方便之门。他的解读是，那些全面开放、丧失传统信仰根基的国家不是主要目标，真正的攻击指向是那些仍然坚守信仰与自由价值，仍在抵抗共产渗透的群体。很显然，他这番话矛头直指美国以及类似的自由社会，而这背后暗藏的敌人，在他眼中正是共产主义势力，其中自然少不了中国集权体制的身影。就在2025年12月上旬，布兰登再次分享了一个震撼性的讯息，他被上帝警告，2026年将出现
5大层面的巨大震动同时降临。这5个层面分别是政治震动、金融震动、地壳震动、教会震动和天象震动。仅仅列出这些名称，就能感到一股莫名的压力迎面而来。政治、经济、自然、宗教和天空几乎囊括了人类社会的所有关键领域。同一年中，若这5方面都剧烈动荡，可想而知将是怎样的多事之秋。布兰登对这5大震动也给出了一些具体细节，例如在地壳震动方面，他多次看到意大利出现巨大的地震与火山喷发，画面中不仅陆地上的维苏威火山怒吼，连海底火山也猛烈爆发，掀起滔天海啸，波及沿岸乃至内陆地区。连袖珍小国摩纳哥和宗教中心梵蒂冈都难以幸免于难。想象一下，罗马教廷所在的梵蒂冈如果受到剧烈地质灾害冲击，该是何等惊世骇俗的景象。布兰登更提到一个细思极恐的讯息，他在异象中感知到某种可憎之事，与欧洲核子研究组织 CERN 相关。这听起来相当神秘，仿佛暗示着科学领域可能有冒犯神明的举动，引发了天谴或灾祸。联想到宗教经典中的可憎之物立于圣地预言，不禁令人寒毛直竖。在天象震动方面，布兰登描述了大量末日般的画面，天空仿佛燃烧起来，云层着火，浓烟遮蔽日月星辰，大地上的植物枯萎死亡，海水剧烈翻腾，仿佛沸腾般冒泡，大量鱼类翻白肚漂浮，甚至他还看到疑似水下发生巨大爆炸，比如在百慕大三角外海、北美东海岸一带的海域，海面突然被巨响撕裂，水柱冲天而起，海水滚烫，随之而来的是岛屿上遍地尸骸，食物极度匮乏，高温肆虐，空气污浊难闻，俨然是一幅极端灾难降临人间的末日景象。当布兰登叙述到这里，许多人可能已不寒而栗，然而他的意象还未结束。在一连串灾变图景之外，他还看见了一个圣经中的著名意象——大淫妇。他说自己看见一名手戴七角冠冕的女性形象，与启示录中对淫妇巴比伦的描述如出一辙。圣经预言这淫妇象征一个与列国通奸、富甲天下又残暴败德的政权或集团。布兰登引用了经文中地上列王与他行淫，万民喝醉他淫乱的酒等句子，暗示着女性象征着现实中的某种政治权势结构。虽然他没有明言对号入座，但许多解读认为，这大淫妇正是隐喻当今盘踞世界的邪恶轴心，一个让各国领袖与之苟且交易、出卖道义换取利益的魔鬼势力。这会是指谁呢？有人联想到集权统治下的红色中国，一个手握经济利诱与暴政机器的集团，不但荼毒本国人民，还以金钱与渗透让各国政客沉迷其中，难以自拔。也有人想到更广泛的全球主义黑暗势力。不管怎样，布兰登的意象将这女性的覆灭与末日灾难相连，意味着她的统治将告终结。从宗教角度解读，这似乎预示最邪恶的政权将在大灾难中走向审判。听完布兰登的预言，不禁让人脊背发凉。他预见的不仅仅是中共的问题，而是一场牵动全球的正邪对决。在这场巨变中，中共扮演了邪恶势力的核心或帮凶角色，而2026年似乎是故事高潮。他提到红龙倒下，全球进入灵性大觉醒的景象，暗红色的巨龙隐喻共产集权，中国的红色政权正是那巨龙的化身。而当这恶龙终于败亡，人类将迎来灵性的复苏与觉醒，好比长夜终尽迎来晨曦。这番话听起来带着强烈的宗教诗意，却又与现实中的局势遥相呼应。因为如果中共政权崩解，的确可能是全球格局巨变、思想解放的一个转折点。值得注意的是，布兰登还给出了一些相当具体而且惊人的事件预告。例如，他在另一则预言中直言，中共将干出一件超级大坏事，导致东南亚出现滔天大灾难，连邻近的台湾也受到牵连波及。一个政权的恶行竟会引发区域性巨灾，这让人匪夷所思。难道预示中共会在南海或某处采取极端军事行动，引爆区域战争或环境浩劫？还是指它的人为作为导致自然界的灾难反噬？
一些预言解读者猜想，这可能与海底核试验或气候武器有关。假如有人在海底引爆大规模装置，可能诱发火山、地震和海啸，覆灭沿海生灵，那将是天理难容的罪行。但凡此种种，目前只能推测。然而布兰登提到海底火山加海洋强震，尸袋满街的画面明确点出了印尼群岛一带的火山地震异动和巨大伤亡。这联想起来，似乎与2021年发生的东加海底火山大喷发有几分相似，但规模更胜100倍。如果真是中共触发了这类灾厄，那将是对大自然犯下的滔天大罪，必然招致毁灭性的报应。综合布兰登的种种预言元素，我们看到一幅惊心动魄的图景。中国的红色政权在全球黑暗计划中扮演要角，但终将在末日审判般的灾厄中土崩瓦解。这与阿南德的星象提示不谋而合，一个地区性的大动荡将牵动中国命运。而接下来要介绍的第3位预言者，则更直接地谈到了中共体制自身的崩溃。英国灵媒克雷格·帕克是欧洲近年来颇受瞩目的一位预言家，媒体时常以新时代的诺查丹马斯来形容他，因为他多次精准预测了重大事件。据传英国脱欧、公众人物逝世，甚至全球疫情等，他都有相当程度的料事先知。帕克的预言风格不同于阿南德的学理推演和布兰登的宗教隐喻，他常常以直观的意象和明确的语言点出未来事件。在谈及2026年时，帕克几乎是掷地有声的预告，中国共产政权将在那一年迎来冰川式瓦解。何谓冰川式瓦解？帕克的用词很形象，冰川崩解不是火山爆发般一瞬剧烈，而是长期累积压力后出现一道道裂缝，整体结构逐渐碎裂崩塌。在他看来，中共的倒台可能并非一天内政权终结、旗帜异色那样戏剧性，更可能是从内部开始逐步解体的过程。就像一座巨大的冰山，看似坚固，其实早已千疮百孔，不断有碎块掉落。等到2026年，整座冰山可能已经解体的差不多，只剩表面裂痕，最终使其分崩离析。帕克预言习近平将在2026年前后下台，而中国共产党会在内外交困中陷入4分5裂的局面。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要知道，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迄今一路巩固权力，被外界视作新时代的强人。但是最近，中国内部其实暗涌频仍，高层人士异动诡谲，经济压力沉重，地方债务危机，以及民间对极端清零政策的反弹等等，都让习的统治蒙上一层阴影。帕克的话仿佛在提示，习时代将在那一年走向终章。不管是因为权斗、健康还是意外，总之习会退出历史舞台。而没有了绝对权威的中共，内部派系将各摊各的地盘，导致政权裂解。更惊人的是，帕克认为中国的巨变不会孤立发生，而是全球专制政权连锁倒台的一环。他指出，2026年将是独裁者们排队谢幕的年份，不止北京当局、德黑兰的集权、哈瓦那的老共党，甚至平壤的世袭政权都可能面临终局。就在2025年底，帕克已经验证了自己部分预言的精准。他曾点名预言委内瑞拉的强人马杜罗会突然垮台，结果仅过了2天，美国就对马杜罗政权发出最后通牒，并启动前所未有的制裁。马杜罗一时间命悬一线，这样的命中率让人不得不对他2026年的预言格外上心。帕克在谈到中国时，除了政权崩溃，还特别提到了台海危机。他警告2026年在台湾海峡及相关列强之间可能上演一次极其惊险的准战争危机。所谓准战争，就是差点开战却惊险收场的重大对峙事件。他形容可能会发生雷达锁定、军舰对峙、战机擦枪走火等惊魂场面，美中之间或者中日之间仿佛只差一记扳机就全面开战。然而最终或许凭借克制或天命，战争没有真爆发，但这次事件将彻底改变各国对中共的态度，使之成为全球公敌，从而加速中共的倒台。联想现实，帕克的这段预警并非没有迹象可循。近年来台海局势紧张，解放军频频在台湾周边军演，美国也多次派舰机坚守亚太。一场擦枪走火的意外，
一直是各方最担心的。而倘若2026年真出现一次惊心动魄的对峙，或许世界各国会更下定决心围堵中共。帕克仿佛在说，中共政权的覆灭不仅仅是自身内乱的结果，也是他对外野心引火烧身的下场。值得一提的是，帕克和布兰登的预言在某些点上不谋而合。布兰登讲红龙倒下，灵性觉醒，帕克则说中共瓦解，独裁者排队倒台。两人的话从不同角度印证了同一件事，一个压迫世界多时的黑暗势力将终结，人类或迎来新的黎明。这听起来何其振奋人心。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预言中的黎明之前还有极为混乱与黑暗的长夜。帕克自己也预计，在政权解体的过程中，中国内外会经历震荡。例如，他提到四国大战的场景，也许指的是围绕中国的几个重要国家可能发生冲突交织，甚至牵动世界格局重新洗牌。可能的解读是，中共垮台时，内有各派军头混战，外有周边列强卷入或介入，使局面一度失控，但最终结果将是集权倒下，新秩序逐步建立。现在我们把视线拉回到罕见重合这个主题上。三位预言者来自印度、欧美、宗教三个不同领域，居然不约而同把中国作为2026年的关键主角。他们一个给出了风险的地点与时间，中国西北2026年；一个提供了象征性的意象，红龙、淫妇、五大震动；另一个描述了体制崩解的场景，冰川瓦解、独裁终结。纵观预言史，如此具体而指向一致的情况确实少见。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大势所趋的预兆？或许冥冥之中自有逻辑。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待这种预言趋同现象。首先是周期循环说，中国历朝历代讲30年河东，30年河西，王朝有其兴衰周期，中共建政至今也70余载，许多人相信其气数将尽。传统文化中有60年一甲子的概念。巧合的是，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社会撕裂动荡。60年一循环后的2026年，中国会否再遇动乱甚至体制巨变？那一年恰逢丙午年，也就是民间俗称的火马年。在东亚文化中，火马年被视为极具破坏性的一年。据说出生在火马年的女性命格克夫，因此66年的新生儿出生率曾大降。上一个丙午年，中国陷入文革浩劫，而2026年又是丙午火马，再下一年2027年是丁未火羊。民间流传一种说法，称未来将出现赤马红羊节，红色的马年羊年带来大劫难。听起来像封建迷信，但当三位预言者的内容都指向那2年时，不由人不背后发凉。这赤马红羊节，莫非真要应验在中华大地？其次，我们可以从现实趋势角度来理解，预言家往往被视为敏锐的时代观察者，他们也许从超感官层面捕捉到蛛丝马迹，但那些迹象往往在现实中早有端倪。例如，经济学家也在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25到2026前后面临严峻考验，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缩减，都可能在那时集中爆发成不可收拾的经济风暴。一旦经济失速，社会稳定和政权公信力难免动摇。政治上看，习近平刚刚打破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不久，但高龄统治者往往在第3任期开始出现统治疲态，何况内部竞争者伺机而动，一点变局，譬如健康问题或政变阴谋，都可能成为引爆政权更迭的火星。外交上，中共在国际上日益孤立，制裁、科技封锁、盟军环绕，外部压力与日俱增。因此，纵使不谈神秘预言，理性分析也会发现，2026年前后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临界点。预言的巧合，或许正是来自不同视角的观察者对这个临界点的共识，只不过他们用各自的语言表达出来。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信仰和心灵层面的驱动。布兰登强调，人们必须重拾良知与信仰，才能在2026年迎来好的变化。这提醒我们，大变局年代往往也是人心觉醒的年代。如果中共倒台，
对14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意味着什么？也许意味着脱离集权枷锁，迎来信仰自由和思想解放的新纪元。法轮功等团体多年宣传天灭中共的宿命论，认为中共之恶业终将引来天谴毁灭。基督教预言者则是共产主义为敌基督式的邪灵，需要以属灵征战予以清除。而传统的中国术数家或占星师则从阴阳五行和星辰运行中看到其盛极而衰的命数。三种预言体系的结论惊人的一致，一个时代要结束了，而中国正是这场结局与开端的核心舞台。也许有人会怀疑，预言毕竟不是现实，是否言过其实？的确，我们无法证明这些超自然的信息真伪，但历史告诉我们，朝代的覆亡往往伴随种种异象。就拿中国历史来说，每逢王朝末年，常有天灾人祸频，仍被人们解读为失德招致天谴的表现。明朝灭亡前夕，天有流星坠落紫禁城；清朝将亡时，连年大旱与瘟疫四起。现在，预言者们看到的火海、烈焰、天摇地动，恰如古人所记录的那些末世景象，只不过更具全球规模，不由令人深思。中共号称无神论，但真到了天地变色的时候，又岂能逃脱因果？当前，我们正身处2026年的前夜，耳边仿佛已能听到远方隆隆雷声。从阿南德的占星图上看，命运的行星正运转到关键交汇点。从布兰登的祷告声中听来，他急切地呼吁世人悔改自救，因为审判近了。从帕克平静的讲述里读出，他仿佛早已目睹那庞大的红色巨人轰然坍塌的情景。我们这些凡人该如何面对如此充满戏剧性的未来呢？或许最重要的是保持清醒与善念。无论预言是否会100%成真，它至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一场可能改写历史的大变局正在酝酿，个人和家庭最好提前做好心理和生活上的准备。如果2026年真如这三路预言所示，中国发生巨变，全球受到震撼，那将是人类近代史上极为关键的一章。一个延续数十年的集权体制可能终告瓦解，与之相伴的是灾难、危机、阵痛，但也可能带来新生、希望与重建。就像漫长黑夜之后的拂晓，东方的天际往往是先透出一抹鱼肚白，但在曙光放亮之前，黑暗常常最深。现在黎明前的黑暗或许正向我们袭来，然而黎明一旦降临，光明将覆盖大地。最后，不妨带着一丝期待与敬畏，静观未来的演变。我们或许正在亲历历史的转折，站在风暴前夜的寂静中。当2026年的钟声敲响之际，真相将逐渐揭幕。那些预言的场景会一一到来吗？红龙真的会倒在自己吐出的火海中吗？亦或一切云淡风轻？预言终究只是预言，无论结果如何，时间终将给出答案。让我们睁大双眼，见证这场罕见的命运重合。2026留给中国也留给世界的篇章，正在等待我们一同书写。就在不久前，中国多个地区的监控摄像头和网友视频记录下令人心惊的场景。某些城市上空突传巨响，震得建筑窗户砰的一声碎裂，还有战斗机贴着屋顶般低空呼啸而过，发出刺耳轰鸣。一时间，枪声、炮声传闻四起，很多人不禁要问，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中国内部出现重大变故，甚至内战一触即发了吗？今天，我们就从头揭开这一系列事件的真相，深入探讨背后隐藏的内情。事情的导火索可以追溯到中共军队最高层的人事地震。2026年1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军委委员刘振立这两名掌握实权的上将突然被官方宣布调查。作为仅次于习近平的军方2号、3号人物，张又侠、刘振立的倒台可谓震惊朝野，一时间军中人心惶惶。然而，更不同寻常的是，此次军中大地震后，中共军方出现了一种诡异的沉默。以往每当高官落马，军队高层和各战区都会纷纷表态，拥护核心，以示忠诚。但这次直到事件发生多日，各大战区都集体噤声，没有像往常那样齐声向习近平表忠。军报和党媒对张又侠的消息也是三缄其口，没有第一时间高调批判，
显得异常低调。这种罕见的沉默令外界嗅到了军心不稳的味道。然而，沉默并不代表风平浪静。就在张幼霞被拿下后的短短几天内，全国各地接连出现了军队异动的迹象，而且都被眼尖的老百姓用手机或监控录了下来。首先引人关注的是一连串神秘巨响。1月27日傍晚，山东省莱芜市上空传来一阵阵战机掠过的轰鸣声，接着响起巨大的爆炸声，震动四野。1月28日清晨，山东潍坊市民被持续的未知巨响惊动，巨响断断续续拖长，好像引擎轰鸣中夹杂着机关枪扫射或机炮连发的声音。有的人起初还以为是哪里放鞭炮，但很快就觉得不对，声响沉重密集，远非喜庆的烟花爆竹可比。潍坊当地网友纷纷在视频下留言，整个早上都轰隆作响，下午还在响个不停。有人明确指出，声音好像是从驻军部队那边传来的，不像是过节放炮。更惊人的是，这奇怪的巨响连续响了3天之久。1月29日白天没怎么停，1月30日半夜又是3声震天爆炸巨响，把人从睡梦中惊醒。不少住在附近的居民夜里被接连的哐哐哐炸响震得无法入眠，恐慌不已。为什么潍坊连日来炮声不断？要知道，潍坊并非普通城市，它是中共北部战区陆军第80集团军的驻地所在。第80集团军，其前身及大名鼎鼎的第38军，是驻扎华北的精锐部队。而这次连续3天的不明巨响，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军队在进行某种非常规的实弹演练或行动。当地有人猜测，莫非是军中出现异动，部队在试炮示威？巨响持续如此之久，范围如此广泛，显然不是普通事故。在当前政治敏感时刻，这一幕格外耐人寻味。不仅在山东、华北、华东乃至华中多地，几乎同一时间都出现了类似的异常动态。就在潍坊巨响传出的前后，河北省会石家庄的一些居民在1月28日也听到了4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随后还听见战斗机呼啸掠过的声音。专家分析，这明显是战机突破音障产生的音爆，也就是飞机超音速飞行时产生的巨大爆炸音。由于石家庄驻有中部战区空军的飞行学院，有人怀疑这可能是战机紧急升空或特种训练导致，但普通市民哪管什么训练不训练，听到如此巨大的轰鸣，无不胆战心惊。再往南，江西省会南昌的一位网友在1月29日拍下视频，只见当天整个下午，南昌上空战斗机来回盘旋，几乎没停过。战机低空飞过时发出的刺耳轰鸣在城市上空回荡，仿佛战时场景，让居民以为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同一天，网上流出另一段让人瞠目结舌的短片。不知确切地点的中国某地天空中，20多架战斗机前后紧跟，成群结队的在低空飞行，轰鸣着掠过头顶。能连续出动这么多架军机，而且以如此低的高度飞越城镇，这在平时绝非寻常。许多人表示，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样的阵仗。除了天空中的异象，地面上的军事调动也频繁出现。1月28日，有安徽的司机开车沿高速公路行驶，从徐州往温州方向，一路用手机拍下前方大量军用卡车编队行驶的画面。这些军车迷彩涂装，车厢用绿色帆布遮盖，满载士兵或军备，车队绵延数公里，气势汹汹地开往南方。隔天1月29日，又有视频显示，一列满载军用车辆的火车正开往内蒙古的朱日和训练基地。朱日和是亚洲最大的陆空军综合演习场，中共军队经常在那里进行实兵对抗演练。然而时值寒冬，并非常规大演习季节，为何突然有大批军车连夜运往朱日和？这不免令人联想，难道是为了集结兵力应对某种突发事态？更令人背脊发凉的是，有视频显示军队的真枪实弹似乎已在地面上鸣放。1月30日下午5点53分左右，安徽有网友上传了一段现场画面，一辆军用卡车横停在公路旁，周围传来密集的枪声和轰隆炮声，火光隐现。几名身着迷彩服的士兵在路边高声喊话，从视频中可以清晰听到啪啪的枪响和砰砰砰的爆炸巨响，此起彼伏，仿佛进入了战场。
由于场面过于真实，有人惊呼，如果是演习，怎么可能不提前公告并封锁现场？难道真的要内战了吗？这段影片迅速在网上疯传，引发轩然大波。面对这离奇的连串军中异动，普通百姓和网友们开始议论纷纷，各抒己见。在拍到安徽现场视频的帖子下，评论区的讨论已经毫不避讳地指向内战两字。有人质疑，早上刚刷到河南那边也是鞭炮声声，暗指枪炮声，安徽又开始鞭炮齐鸣，演习会搞这么大阵仗吗？短短一句话道出了大家心中的疑问。也有人追问一个名字，张幼霞现在怎么样了？被解救出来了吗？这个问题点破了许多人的猜测。现在各地枪声四起，莫非是有人马在营救被抓的张幼霞？随即有网友自答似的跟帖道，已经不是解救的事了，局面要失控。更惊人的评论出现了，各地军阀割据，好戏在后头。还有一些网友的发言几乎是公开在喊话发动政变了。有评论写道，一鼓作气拿下他，不要再被他骗了。这句话不指名道姓，但谁都听得出来，他指的就是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言下之意，似乎在号召军中有志之士抓住时机，把习近平一举拿下，结束他的统治。甚至有人直接猜测，这些难道是张幼霞的部下在行动吗？还有网友说，我刚在抖音上看，河南也有枪声，演习怎么不去戈壁滩？言下之意，如果真是正常军演，应该在西部荒漠进行，不会在中原闹市边缘真枪实弹搞演习。这些议论透出一个信息，许多人相信这绝非普通演习，而是中国军队内部出现了严重对立和冲突，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全国多地同时有如此多军事异动，甚至传出疑似交火的声音。眼看民间传闻越演越烈，有关北京枪响和兵变的消息也在网络上流传开来。有推特上的消息称，驻扎在河北保定的第82集团军，也就是前文提到的第38军老部队，正向北京方向调动，坦克装甲车源源不断集结北上。甚至有传言说，支持习近平和支持张幼霞的两股军方势力已在北京及周边形成对峙。社交媒体上还流出了所谓实拍影片，画面显示疑似北京城郊出现坦克车队的黑影，伴随阵阵枪声，好像发生激烈交火。一些热衷时政的海外媒体频道更是用夸张的标题渲染，北京枪声震天，真的开火了。82军坦克装甲车杀进北京，中共末日宿命难逃。尽管这类消息无法证实，不排除有以讹传讹或夸大成分，但结合前述各地实实在在的意象，还是让许多人宁可信其有。毕竟中共内斗传奇过去常被认为离普通人生活很遥远，可如今连百姓家门口都能听到炮声，不能不令人往兵变、内战方面去联想。那么这一系列离奇事件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内情？真有可能爆发内战吗？我们不妨梳理一下整个脉络，抽丝剥茧，看看各种线索指向何方。首先，回到风暴中心的人物张幼霞。张幼霞是谁？她可不是等闲之辈。今年72岁的张幼霞是开国上将张宗逊之子，典型的红二代，军方太子党。由于与习近平的父辈有深厚渊源，张幼霞一直被视作习近平在军中最信任的亲信之一。2017年习近平19大军改时，张幼霞被提拔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跃居军队第2号人物。2022年20大更是破格超龄留任，可见习对他器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自己人，却在2026年新年伊始骤然落马，而且下场极其凄惨。据旅美企业家胡立任等人爆料，张幼霞被抓后遭受了严酷的虐待和逼供，他被秘密关押在北京大兴机场南边某中央警卫局培训基地，亲自坐镇指挥对他施行的不是别人，正是习近平身边的大红人中办主任蔡奇。蔡奇手段强硬，据说连上将也不放在眼里，对张幼霞用了真刀真枪的酷刑。消息称，张幼霞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恐怕结局会和当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一样凄惨。张幼霞一倒，震慑效果是有了，但同时也在军内引发强烈的寒蝉和反弹情绪。要知道，
张幼霞身居高位多年，在军中牵涉的关系盘根错节，他突然被翻脸拿下，许多将领私下难免心生戚戚，连老将军红二代都保不住，还有谁是安全的？更不用说同时落马的刘振立是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的负责人，掌管全军作战中枢，二人同时出事，意味着军委高层几乎被连根拔起一半。这样的巨变很容易造成军队系统的离心力和观望态度。一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形容说，习近平这一步等于自毁长城，把自己的左膀右臂都砍了，军方短期内士气和信任都将受到重创。那习近平为什么还是要对张幼霞下这么重的手？外界分析众说纷纭，我们可以概括出几种流传较广的说法。说法一，涉及阴谋政变。有传闻称，张幼霞并非无辜，他之所以遭此劫，是因为他暗中策划了一场针对习近平的政变计划，被习方面提前获悉，于是习先发制人将其拿下。有香港媒体放风称，张幼霞和刘振立是1月20日在北京中央党校开会时被当场逮捕的，全程非常顺利，并未出现公开对抗或流血，说明习氏突袭成功，张一派毫无还手之力。但也有另一种版本，认为逮捕过程中其实发生了一些波折和军中抵抗，只是不为外界所知。甚至有爆料说，张幼霞原本计划在春节后10天左右动手，结果习近平提前10来天就痛下杀手，将计划扼杀于萌芽。这一说法如果属实，那可以解释为何在张落马后，军中余波会如此剧烈，因为支持张的人措手不及，仓皇之下可能有人试图反扑或者营救。说法二，攻台意见不合。有观点认为，张幼霞之所以失势，和习近平在对台开战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有传闻说，解放军原本制定了某年度攻打台湾的方案，但张幼霞等高层将领因种种考量延后，甚至反对执行，这让习近平大为恼火，认为张在消极待战，背叛自己的战略意图，于是习决定撤换张幼霞等人，换上更听话的将领。这种说法尚无直接证据，但可以从侧面观察到一些迹象。张幼霞被拿下后，有美国政要判断，习近平短期内不太可能加速对台湾动武的计划，因为军内生变，他首先得稳住内部。而中共军报在张倒台后一篇异常措辞的文章中也提到要防范战争准备中的精神懈怠，这被解读为影射有人消极备战。不管真相如何，至少张与习在某些军事决策上存在龟裂，这可能是习痛下决心拿掉张的重要原因。说法三，清洗异己，巩固权力。还有分析认为，所谓分歧阴谋都是表面，习近平动手的核心原因只是为了巩固绝对权力，斩除一切潜在对手。张幼霞虽是习的亲信，但也许因资历甚深，军中威望高，渐渐让习感到不放心。特别是去年10月，李克强突然离世，胡锦涛在20大上被架离等事件后，中共高层权斗暗流涌动，习可能怀疑有人要对自己不利，于是索性对军中位高权重者来一次大清洗，以绝后患。张幼霞和刘振立作为军中仅次于习的实权者，首当其冲被拿下。据说张幼霞落马当天，中共内部同时还有神秘70人名单上的大批人员被逮捕，调查从军队将领到高级官员一网打尽，这活像史达林式的肃清行动，令人不寒而栗。中共政治局一名成员甚至私下感慨，习这是开启了第2次延安整风，大开杀戒，赶尽杀绝。可见许多官员也感受到了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气氛。无论真相究竟是哪一种，亦或兼而有之，结果都是习近平和军中一批高层之间撕破了脸皮，而这正是引爆后续军队异动的深层原因。一方面，习近平当局肯定不放心张幼霞的人马，必须展示强硬姿态进行威慑和防范。另一方面，军内对习的不满和抵抗也在暗中酝酿。张幼霞被抓后，各战区迟迟不表态，就是一种消极对抗的信号。军委一声令下，下面阳奉阴违，观望拖延，反映出不少将军对此次清洗心存异议。他们未必真有行动，但以静制动，以示表态。习近平对此当然心知肚明，所以必须敲山震虎。那么我们再看此前出现的各种异象，
就能理解其用意所在。战机频繁低空飞行，很可能是军方在进行紧急战备巡航，摆出高姿态震慑踌躇不定者，比如潍坊一带连日巨响，如果不是反常事故，更大可能是驻地部队在连夜实弹演练，以防范有变。同样地，石家庄音爆、南昌战机绕城，很可能都是各战区空军进入戒备状态的体现。因为一旦局势有变，制空权和快速机动是关键，得先把飞机飞起来，做好对地压制和拦截的准备。大批军车调动，则表明陆军力量也在集结。安徽高速出现南下军卡队列，或许是在向沿海或重点地区增派兵力，以防不测。火车运坦克去朱日和，则可能是将部分兵力转移至偏远演习基地，避免聚在城市附近引发误会或冲突，同时也方便集中监控那些部队，防止乱来。毕竟朱日和地处荒漠，远离政治中心，军队到了那里才好管束。那段安徽公路实弹声视频尤为耐人寻味，如果真是军演，怎会选在人烟相对稠密的公路旁？因此更可能是一场临时起义的武装对峙或示威，也许是某支军队在运动途中遭遇拦截检查，发生了紧张对抗，于是双方对空鸣枪震慑，也或许是军方干脆摆拍了一场热闹，用猛烈的火力声响来警告潜在的不服从者，看，我手里可是有真枪实弹，不要轻举妄动。不管是哪种情况，这种场面都显示局势的紧张程度已经升级，枪弹上膛，进入实战边缘。再说传得沸沸扬扬的82集团军进京，传闻第82集团军前身是老牌劲旅第38军，驻守河北，历来是京畿重地的武装力量。在中共历史上，38军可是出过名的。1989年北京6·4风波期间，第38军军长徐勤先曾抗命拒绝带兵镇压学生，最后被撤职坐牢。38军由此被视为有独立意志、不那么听话的部队，如今改编为82集团军。这支部队再次被卷入谣传风暴中心。据称82军装甲车部队开向北京，就是要勤王，只是此勤王非彼勤王，有可能是效忠习近平进京保卫，也可能恰恰相反，是挺身拥护另一方张又侠阵营，来和京城的中央警卫部队对峙。哪一种是真的，外界不得而知。但结局看来，北京并未发生公开冲突流血，说明就算有调动，最终也未进一步升级。更有分析指出，张又侠和刘振立是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被抓的，逮捕过程非常顺利，并未出现政变、军变、枪声或流血。换言之，习的突然行动没有受到现场抵抗。然而，这并不能让习高枕无忧，没有当场翻车，不代表事后没人暗中筹划反击。接下来看看金融市场和官场的反应。有意思的是，就在张又侠事件发生的同时，国际金价连续3天大幅飙升。有金融分析师注意到，这波黄金上涨恰逢张又侠被拿下，中国市场出现明显的避险情绪，一时间乱世买黄金又成为许多国人奉行的真理。从去年底开始，中国民间就掀起一股抢购黄金热潮，金条、金币供不应求，一些富裕阶层和高干家属在海外市场大手笔购入实物黄金，以对冲国内风险。这波金价狂飙被不少评论员视为大动荡的前兆，因为只有掌握内幕的人才会提前如此异动。而现在看来，内幕正是高层权斗导致的局势不稳。有媒体称，张又侠出事后，中共官场迅速出现高官外逃潮，例如有消息传出，中央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已成功潜逃出国。如果属实，这将是多年来罕见的部级官员叛逃事件。结合今年以来坊间盛传的某些红二代家族向海外转移财产、办理他国身份的动作，一幅风雨飘摇前夕的图景浮现眼前。中共权贵们自己都在找退路，说明他们对政权前景充满担忧。普通老百姓虽然接触不到高层内幕，但通过这些天的奇闻异象，也开始隐隐意识到大事不好。有人戏言天要变了，其实这句戏言并非全无根据。中华传统文化讲究天人感应，朝代兴亡常伴随异象。今年年初以来，中国各地就频现诡异天象与灾异。北京上空出现诡异血红的晚霞，被一些人称作死亡之兆。四川等地大批鸟儿无故惊飞盘旋，
甚至天空出现裂缝般的奇异光带。河南、山东等多地此前也多次传出过不明巨响，官方推说是音爆，却未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古人云：国将兴，必有祥瑞；国将亡，必有妖孽。如今这些离奇现象被许多人解读为对政权不祥的预警，一些民间预言更是被重新翻出来热议，比如号称预测中共灭亡的帕克预言。据说一位叫帕克的海外预言家早前断言，2026年前后中国会发生大事，中共政权将陷入内乱，走向解体。没想到张幼霞事件一出，不少人惊呼帕克预言一步步应验了，甚至连中共自己过去试图抹黑的推背图等传说也因种种巧合重新获得关注。当然，预言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它反映了许多人的心态，大事或许真的要翻转了。那现在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内战会真的爆发吗？这么多迹象，难道只是巧合，一场虚惊，还是狂风暴雨的前奏？持谨慎观点的人认为，目前的种种军事异动更像是权力博弈的角力，尚未真正撕开内战的口子。毕竟一旦军队大规模对抗开火，就等于撕破脸，公开分裂，中共政权将面临垮台危机，这是习近平和反对他的将领们都不敢轻启的核选项。更可能的情况是，双方以试探示威为主，希望在不战而屈人之兵。习近平这边通过快速调动嫡系部队，亮肌肉来压服对方，而不满者那边则以局部抵制、按兵不动甚至小范围武力对峙来逼迫习退让或妥协。如果习掌控全局，对方无法形成组织，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或许会在幕后消化，逐渐平息。老百姓也许除了几声巨响，不会看到真正的军队内战。然而，也不能排除局势失控的可能性。如果习近平选择继续大清洗，将矛头对准更多军中要员，比如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甚至各战区司令，那些将领未必甘愿坐以待毙。人民报等海外消息来源称，张幼霞被抓，引发了军头静默反抗，拒绝表态党媒军报失语的空前局面，甚至传出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刚刚自杀身亡的惊悚传闻。虽然此类传闻真伪难辨，但足以显示军中高层人心惶惶。如果习再逼急一些，不排除某些掌握兵权者铤而走险，联手发难。尤其是一旦有多个集团军同时不受控制，各自为政，那就是军阀割据的局面了。想象一下那幅图景，北部战区握有精锐重装甲部队，东部战区拥有海空军主力，南部战区兵多将广，中部战区守着经济要地，西部战区坐拥远程火箭和边疆武装。如果这些大军区各自为战，现代中国恐将陷入1920年代北洋军阀混战以来未曾见过的内乱，那将是对中国人民极其惨烈的灾难。现代武器的杀伤力远非100年前冷兵器或轻火器可比，一旦开打，伤亡和破坏不可想象。而且中国拥有核武库和大量核设施，内战若起，核武的控制和安全也成未知数。这不仅是中国的噩梦，也是全球的隐忧。不过，也有观察人士提出另一种可能性，习近平或许会转移矛盾对外开战，以避免内斗升级。历史上，专制者面临内困时，有时会挑起外战，以转移视线，巩固统治。习近平是否会在内部不稳时铤而走险，比如对台湾发动冒险行动，以社会大团结的名义要求军内团结一致，逼反对者就范？这一点不能完全排除。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军队内讧实际降低了其对外战斗力。如果内部离心，对外战争只会是火上浇油，自取灭亡。所以习即便有此心，也得掂量掂量。美国国会有人推测，张幼霞的垮台降低了解放军近期对台动武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解决内部矛盾之前，习近平恐怕不敢轻启战端。相反，他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稳住军心，化解政变风险。因此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能看到他对军中怀柔拉拢一手，震慑强压一手，暂时放缓对外冒进。综上所述，中国会否真的爆发内战，取决于习近平和军中反对势力双方的意志和抉择。如果习能迅速稳定局面，比如适当收手，安抚人心，
或者对几个带头的将领快刀斩乱麻，先下手为强，那军中可能重新回到高压下的表面平静，内战危机暂时解除。但这也许只是把矛盾埋在地底，日后可能积累更大的火山。反之，如果习近平选择继续大清洗，将矛头对准更多军中要员，比如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甚至各战区司令，那些将领未必甘愿坐以待毙。人民报等海外消息来源称，张又侠被抓引发了军头静默反抗，拒绝表态，党媒军报失语的空前局面，甚至传出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刚刚自杀身亡的惊悚传闻。虽然此类传闻真伪难辨，但足以显示军中高层人心惶惶。如果习再逼急一些，不排除某些掌握兵权者铤而走险，联手发难。尤其是一旦有多个集团军同时不受控制，各自为政，那就是军阀割据的局面了。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今天中共高层的这场博弈其实是历史宿命的写照。中共建立政权已经70余年，自认为彻底结束了中国近代军阀混战、内战频仍的乱世。然而讽刺的是，这个政权执政时间久了，自己内部开始腐化分裂，终于走到今天这一步，高层撕裂，兵戎相见，几近眼前。这不禁让人想到中国历史上一句老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每一个朝代走到末路，往往伴随内部权力斗争白热化，统治集团自己把自己搞垮。例如晚清时期，慈禧和洋务派、军方新旧派系斗得不可开交，导致朝政败坏，终于内外交困，满清垮台。再如国民党大陆执政后期，蒋介石和李宗仁、桂系等派系心生嫌隙，军心离散，给了中共可乘之机。历史似乎在轮回，这次轮到中共自己了。有趣的是，很多人发现中共内斗的关键时刻总有飞机参与。1971年林彪事件，林彪出逃时乘坐的256号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成为中共史上最大未解之谜。现在2026年，张又侠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结果又是飞机无数战机呼啸升空，音爆巨响不绝，仿佛冥冥中昭示着什么。不知道这次的飞机声会不会成为中共历史转折的序曲？有迷信的人已经把这看作天意，好像命运之手这位黑客正悄悄改写着中国的剧本，把中共推向宿命的终局。话说回来，我们更愿意以理性角度看待当前中共内部的巨变和军中异动，其实是多年高压统治、权力过度集中所累积的矛盾大爆发。长期的专制积怨终于走到临界点，即便没有什么神秘力量干预，这也是大概率要发生的制度性崩溃。可以说，内战之云笼罩，正是中共统治走向衰亡的征兆。然而，未来究竟会如何发展，仍然充满变数。我们希望中国不要真的陷入军阀混战的悲剧，毕竟最大的受害者将是普通百姓。同时，我们也知道，专制不除，社稷难安。眼下这场惊心动魄的博弈，也许正是中国浴火重生前不得不经历的阵痛。目前，国际社会和各界国人都在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演变。可以肯定的是，2026年的开年对中国而言已是不平凡的开端。到底那些天际轰鸣的巨响和夜空掠过的战机，是风暴前的最后警告，还是虚惊一场的插曲？内战的幽灵是会被迅速驱散，还是逐渐凝聚成真实的黑云？未来数周数月，或许就将见分晓。历史的巨轮已经转到关键路口，前方是撕裂动荡，还是找到出路，全赖中共执政者和国人集体的抉择。在这紧要关头，我们看到希望的萌芽，越来越多中国人敢于对真相发声。比如网友们大胆讨论内战可能，这说明民智在开，有人不再盲从官方说辞，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一些军中人士的克制与犹疑，也显示他们未必愿意充当权力斗争的炮灰。如果各方有足够智慧和勇气，也许中国能避免最坏的内战结局，在巨变中走向新的转机。但如果倒行逆施者一意孤行，历史也将毫不留情地惩罚他们。总之，内战疑云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中国当下政治危机的一面镜子。我们将持续关注这场惊心动魄的戏码如何收场。究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还是虚张声势过后偃旗息鼓？历史正在书写答案。
我们希望中国不再重演100年前的动乱悲剧，更希望专制暴政早日走入历史，人民重见天日。7万万中国人民的未来命运即将迎来重要关口，让我们拭目以待，看这出惊险大戏的最终幕如何落下。无论结果如何，可以确定的是，2026年的这场风波将在史册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而中国也许正站在新旧时代交替的门槛上，等待那命运最终的宣判。